谁能想到，在魔界当老师，把最弱的小魔王培养成至尊，这种设定居然能火成这样！我当时简直是疯了，天天在网上跟黑粉对线，就为了维护这游戏的口碑，妥妥的一个大冤种。可为什么我要说自己是冤种呢？因为这游戏最后彻底烂掉了，估计是官方彻底飘了。还没到1年，他们就出了一个离谱的资料片，逻辑全喂了狗，全是那种恶心人的结局，甚至还搞出了牛头人剧情。评分瞬间跌进地心，我这个曾经的死忠粉直接原地黑化，成了全网战斗力最强的黑粉。我发了无数条长文痛骂，结果一直装死的官方居然破天荒回我了。他们冷冰冰地说，既然你这么行，那你就自己去创造个好结局。这把我给气笑了，还没等我敲键盘骂回去，电脑屏幕突然炸出一道强光，一股巨大的吸力直接把我往屏幕里拽，这下真的出大事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整个人就像掉进了无底洞，周围全是诡异的紫光，这到底是什么地方？这种感觉，难道我真的进到游戏里了？就在这时，黑暗中突然亮起一只巨大的红眼，那种压迫感让我瞬间动弹不得。还没等我缓过神，面前竟然出现了一个模糊的身影，他嘴里嘟囔着一串乱码，根本听不清在说什么，感觉整个人都断片了。等视线终于恢复清楚，我发现自己正站在一座大门前，这地方怎么看都不像是现实世界，远处那座宏伟的城堡简直跟游戏里一模一样。我下意识伸手摸了摸大门，这种冰冷的触感太真实了，绝对不是在做梦。这地方我太熟了，难道我真的穿越到了游戏里，还变成了那个倒霉老师奈哼？这下真的要变天了。看着旗帜上的家徽，我整个人都傻了，这标志我太熟了，不就是游戏里那个恶毒女王的领地吗？如果真的穿越到了游戏里，那这里就是那个孩子的城堡，这下真的实锤了。就在这时，门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那哼大人，您怎么在这儿？那哼，我反应了半天才想起来，这不就是我现在的名字吗？等我看清门后那张脸，整个人都不淡定了，这不是游戏里的管家凯恩吗？连老熟人都出现了，看来这回是真的没退路了。凯恩开口的第一句话就让我彻底死心了，这台词跟游戏里一模一样，看来我是真的回不去了。凯恩恭敬地弯下腰说，真没想到竟然有人愿意自告奋勇来担任魔王的老师，我们真是感激不尽。魔王的老师，我脑子里突然闪过游戏开发商留下的那句话，希望你能亲手创造一个更好的结局。原来坑在这儿等着我呢，这哪是玩游戏，这是要让我亲手改写剧本啊，简直离了大谱。就在我还没缓过劲的时候，城堡里那个传说中的魔王终于露面了。塞西莉一边整理衣服一边问，希尔大人，这身打扮您还满意吗？希尔抱着泰迪熊，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总觉得这身打扮有点怪怪的。旁边的塞西莉心都要被萌化了，这哪是什么魔王，简直就是个小天使。塞西莉笑着安慰道，您只是因为老师要来了，所以才觉得紧张吧。为了给希尔打气，塞西莉特意拿出了杀手锏，一份亮晶晶的焦糖布丁。刚才还在纠结的希尔一看到吃的，眼睛立马就亮了，果然谁也逃不过真香定律。就在这一大一小正闹得开心的时候，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凯恩在外面喊道，希尔大人，我是凯恩，老师已经在等着了。希尔应了一声，迈着小碎步往大殿走。看着希尔的背影，凯恩在心里感叹，自家小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威严了？希尔费劲地爬上王座，虽然手里还抱着泰迪熊，但架势摆得挺足。凯恩，我准备好了。凯恩在旁边感动得一塌糊涂，觉得这才是真正的魔王，这辈子已经值了。就在这时，大门被缓缓推开，我终于见到了这位传说中的毁灭者。我低下头恭敬地说，希尔大人，很荣幸见到您，我叫奈哼，从今天起我就是您的老师了。坐在王座上的这个小女孩全名叫做希尔·冯·德瓦塔，她是德瓦塔家族最后的血脉。谁能想到2年前他的父亲，也就是曾经排名第2的魔王，在战争中惨败，那一战德瓦塔家族几乎全军覆没，老魔王和他的亲信们全部死在了战场上。就在那个时候，年仅5岁的希尔被迫坐上了魔王的位子，曾经辉煌的家族一夜之间跌落神坛，从排名第2直接掉到了垫底的第72名。照这个趋势下去，别说重振家族了，希尔连魔王的位子恐怕都保不住。我正发愁呢，这孩子突然一路小跑，直接冲到了我面前。他像个小大人一样，恭恭敬敬地鞠了个躬，主动跟我打招呼。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只能尴尬地回了一句，啊，你好。希尔接下来的话更是让我刮目相看，他说，老师，您对我不用这么客气，在他眼里，我不是什么下属，而是他的老师，而只是我的学生。凯恩在旁边听得直点头，觉得自家小姐真是聪明的过头了。我伸出手轻轻摸了摸他的头，既然这样，那从今天起就叫我老师吧，我会把你培养成这世上最强大的魔王，希尔以后的日子请多指教了。希尔高兴地喊道，好的老师。谁能想到这个垫底的魔王领地马上就要变天了，刚把门关上，我就恨不得抽自己2嘴巴，这下真的彻底完蛋了。我刚才绝对是脑子抽了，居然真的答应要当希尔的老师。我瘫坐在走廊里，不停地问自己，是不是中邪了，怎么就管不住这双腿呢？虽然我是这个游戏的骨灰级玩家，所有结局和隐藏剧情我全都了如指掌，但坐在电脑前点点鼠标，跟现实里真人养成完全是2码事啊。最要命的是我连魔法都不会，拿什么去教魔王？我本来是打算礼貌地拒绝掉这个差事，结果现在直接把自己坑进去了。是因为想当老师的冲动，还是因为见到了希尔本人，让我有点兴奋过头了？也许是因为我太了解这孩子承受的痛苦，所以才没法拒绝。但不行就是不行，我现在反悔还来得及，毕竟我根本没那个本事。就在我打算放弃的时候，身体里突然炸开一股完全不属于我的力量，
无数陌生的画面像潮水一样冲进脑海，这竟然是那哼的记忆。我彻底懵了，原来这具身体的主人根本不是什么普通军官，他真正的身份竟然是传说中的大恶魔。既然有了这份力量，再加上我对剧情的了解，那接下来的路可就彻底稳了。我不光要保住命，还要亲手达成那个我预想中最完美的结局。不过说来也奇怪，我明明记得他的所有事，却唯独想不起他的真名到底叫什么。到了第二天，我直接把课桌搬到了大森林里。希尔抱着小熊一脸懵，老师，咱们不是有书房吗？为什么要跑来这儿上课？我笑着告诉他，外面的空气多好啊，总比闷在屋里强。其实我没说实话，作为骨灰级玩家，我心里清楚得很，在这种地方上课可是有隐藏的属性加成。看着希尔怀里那只熊，我心里直犯嘀咕，作为骨灰级玩家，我确定游戏里根本没这玩意儿。我试探着问他，上课也要带着这位朋友吗？结果希尔抱得更紧了，说这是他最好的朋友。我本想用激将法，说真正的好朋友应该主动去旁边待着，好让你专心听课。谁知道这孩子根本不吃这一套，他委屈巴巴地说，小熊除了他已经没有别的朋友了。我一看这架势，就知道硬来肯定不行，这熊背后绝对有故事，只能先顺着他了。我蹲下身子，一本正经地跟那只熊打招呼，还跟他握了握手，把他也当成了我的学生。这下希尔总算开心了，笑得那叫一个灿烂。既然情绪安抚好了，那咱们就直接上干货。我敲了敲黑板，今天不学那些没用的，咱们直接开始练魔力。希尔这下懵了，问我为什么不先学魔界历史，毕竟凯恩之前一直强调要先打好基础。我心里冷笑一声，按部就班地学，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去？既然要达成完美结局，我就要带他走捷径。凯恩那老头就是太死板。听好了，希尔，如果你想以魔王的身份保护好你自己和你的子民，就必须彻底掌握你体内潜藏的力量。所以我打算先教你魔力运作和实战武技，当然还有帝王学。希尔听完赶紧举手，老师，帝王学我早就学完了。我直接给他泼了盆冷水，学过不代表会用，你现在对谁都客客气气的，哪有一点魔王的样子？光靠死记硬背，在实战中根本没用。就在希尔发愣的时候，我直接甩出一卷卷轴，这可是我专门准备的训练日志，它能帮你把学到的东西真正变成杀手锏。只要作业写得好，奖励就是你最爱的布丁。希尔一听，整个人都来劲了。其实我这是在刷好感度，毕竟在这个世界，好感度才是变强的关键。言归正传，魔力这东西分为两种，一种是存在心里的总量，另一种是你能使出来的量。那么问题来了，决定你能使出多少魔力的到底是什么？希尔听得一头雾水。我提示他，咱们恶魔身体里都有回路，这玩意儿到底是干嘛用的？希尔这下反应过来了，那是用来引导魔力的。没错，回路就像是魔力的通道。那如果回路特别多呢？希尔脱口而出，那魔力就能像洪水一样源源不断的涌出来，这才是变强的真正秘密。希尔这孩子真是一点就通，一下就抓住了问题的核心。我赶紧趁热打铁夸他两句，毕竟好听的话谁都爱听，这好感度不就蹭蹭往上涨吗？我告诉他，虽然先天魔力是注定的，但回路可以靠后天努力增加，只要回路够多，就能瞬间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光说不练假把式，我直接当场给他露了一手，让这孩子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魔力爆发。希尔看得整个人都呆住了，直呼老师太帅了，我这皇家教师的地位算是彻底稳住了。但我能感觉到旁边的凯恩正盯着我，他显然没料到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竟然拥有这种深不可测的实力。希尔一脸崇拜地问我，老师，我也能变得这么强吗？我笑着告诉他，只要你肯练绝对没问题，毕竟你可是提婆族的后裔，天赋这块儿早就拉满了。希尔听完干劲十足，大喊着一定会拼命努力。可他不知道，最弱魔王找了个厉害老师的消息已经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整个魔界。但这群高高在上的魔王们根本没把这当回事。排名第70位的安德罗马留斯一脸不屑的冷哼，不过是垫底的第72层，能翻起什么浪花？第69位的丹塔利安更绝，他只关心能不能赚钱，至于谁当了老师，他连听都懒得听。在这些大佬眼里，希尔永远只是那个最弱的小鬼。虽然其他魔王都不当回事，但对某些人来说，这事儿可太有意思了。魔王希特里一边泡着澡，一边打听到底是哪个倒霉蛋接了教导希尔的差事。手下汇报说，那个人叫纳亨。希特里愣了一下，这个名字他从来没听过。更诡异的是，手下查遍了所有资料，结果竟然是查无此人。这个纳亨就像是凭空冒出来的。希特里这下彻底来了兴致，一个背景全白的高手，居然跑去给最弱魔王当老师，这背后肯定有猫腻。他当即决定，既然查不到，那就亲自出门去会会他，看看这个纳亨到底何方神圣。老师留的这份作业确实有点让人头大，不过希尔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它完成。就在这时，他迎面撞上了塞西莉。塞西莉赶紧行礼，好奇这位小祖宗怎么亲自过来了。希尔盯着眼前的女仆，脑子里灵光一闪，这不就是现成的人选吗？他直接举起手里的卷轴，大声宣布，现在立刻开始大扫除。塞西莉当场就愣住了，这唱的是哪一出？这份所谓的作业到底藏着什么猫腻？其实塞西莉本来就在干活，但她一眼就瞅见了希尔手里的卷轴，那不是纳亨老师留的训练日志吗？塞西莉这下全明白了，老师这是在教希尔怎么当首领，怎么理直气壮地给人下命令。既然这样，那必须得配合演绎出。他赶紧低头领命，表示以后绝对听指挥。这下可把希尔给高兴坏了，任务总算完成，赶紧一溜烟跑去上课。看着这小背影，塞西莉忍不住感叹，自家
这位小祖宗真是怎么看怎么可爱。希尔这会儿心情美滋滋的，刚把老师布置的作业搞定，正打算过去显摆一下，刚好撞见纳亨和凯恩在商量时。纳亨一看这效率，当场表示要给点奖励。他盯着希尔怀里的小熊，突然有了个主意，要不给这只熊找个伴。希尔刚想高兴的答应，结果一看凯恩那表情，整个人直接愣在原地。希尔这孩子懂事的让人心疼，明明想要却非说没关系，这让纳亨在心里疯狂脑补。难道城堡已经穷到这份上了？他当即决定不能坐视不管，直接摸着希尔的头宣布，以后的财政大权由他亲自从凯恩手里接管。希尔整个人都听懵了，老师竟然要亲自管账。旁边的凯恩更是当场石化，闹了半天。纳亨之前打听城堡有多少钱，原来是在这儿等着夺权呢。可纳亨一句话就把他堵死了。难道你不想看希尔开心吗？这招道德绑架一出，凯恩是彻底没话说了。希尔虽然心里想要，但还是有点犹豫。纳亨直接把话挑明了，他根本不在乎那点小钱。他拍着凯恩的肩膀说，接管账本不是因为你不行，而是术业有专攻，他要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因为在他的计划里，希尔将来可是要站在魔王顶点的，没点家底怎么行？希尔听完这番话，拉着老师的衣角说相信他，结果最后憋出一句，那老师你就多赚点钱吧。这下好了，压力全给到纳亨这边了。纳亨这大饼画的是真圆，他拍着胸脯保证，只要跟着他混，以后金币会自己往兜里钻。希尔听的那叫一个开心，当即决定开始今天的课程。一旁的凯恩看着纳亨的背影，总觉得把孩子交给他有点悬。可接下来的场面让所有人都看走眼了。在纳亨的引导下，希尔体内的魔力竟然瞬间爆发，这股力量就像决堤了一样，根本不属于一个底层魔王。谁能想到这小小的身体里竟然藏着足以颠覆世界的潜力？希尔的进步确实很快。纳亨虽然想再加点强度，但凡事都得见好就收。他拍拍手示意今天先到这，毕竟这孩子的体力是硬伤，还没练多久就彻底没劲了。纳亨摸着他的头说，休息一会儿，接下来咱们重点练体能。看着希尔抱着白熊跑远的身影，纳亨忍不住问凯恩，这孩子怎么走哪都带着这只熊？凯恩叹了口气说，那是前任魔王送他的生日礼物。纳亨这才反应过来，原来那是他父亲留下的唯一念想。可是在纳亨掌握的剧本里，希尔的死才是故事的关键，但现在一切似乎都变得不一样了。纳亨心里一直藏着一个秘密，关于复仇的真相，他打算等希尔足够强大了再告诉他。就在这时，埃尔丁急匆匆地跑了过来，手里还攥着一封信，说是从第71层送过来的。凯恩一听就觉得要出事，毕竟在魔界，哪怕只差一个楼层，那实力和地盘都是天差地别。这种明摆着的降维打击，换谁都会觉得压力山大。但纳亨却一点都不慌，他甚至还安慰凯恩别怕，因为这封不怀好意的信，正是他一直在等的翻盘的机会。几天后，城门缓缓开启，纳亨看着凯恩紧张的样子，低声提醒他放松点。对方显然想给他们一个下马威，就连前头驾车的马夫看起来都深藏不露。纳亨冷笑一声，直接点破了对方的身份。玩笑开过头了，贤者八福面。这句话一出，马夫背后的恶魔虚影瞬间显现。凯恩他们几个直接看傻了，谁能想到一个赶车的竟然是这种大人物？八福灭倒是挺意外，纳亨是怎么看穿他的？就在这时，车门被推开，真正的正主魔王希特里终于露面了。纳亨表现得非常有礼貌，他微微欠身，向眼前的希特里陛下问好。希特里倒是挺欣赏他，毕竟能一眼看穿八福灭的伪装，说明纳亨绝不是什么等闲之辈，能当魔王的老师，确实得有点真本事。一旁的凯恩早就吓坏了，他觉得纳亨简直太狂妄了，面对这种级别的魔王，竟然还敢用这种平等的语气说话。可接下来的发展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希特里想进屋坐坐，纳亨却直接把他拦在了门外。他语气平淡却非常强硬，如果没有正当理由，谁都不能再往前走一步，因为这里是前任魔王留下的领地。纳亨这胆子也是没谁了，当着魔王的面直接放话，等级高也没用，没一个正经理由，这大门你今天就是进不去。希特里肺都要气炸了，换做以前，这种角色早就没命了，但他这次来是有正事的，只能强压起火气，亮出了自己第71层统治者的身份。这正中纳亨下怀，他就是要逼对方承认，希尔虽然现在地位不稳，但依然是这片领地的正主。目的达到了，纳亨立马换了一副面孔，客客气气的请人进屋，还让凯恩在前头带路。希特里一边走一边观察，发现这堂堂魔王领地竟然连个像样的仆人都没有，看来这里的处境比他想象中还要艰难。希特里一进屋就开始阴阳怪气，嘲讽这里的财政状况太寒酸。纳亨心里冷笑，这局面还不都是被你们给害的？希特里坐下后故意摆弄姿态，还打听希尔什么时候过来。纳亨一眼就看穿了，这女人是想用美色来套路他。既然你想玩，那我就陪你演下去。纳亨笑眯眯地表示，现在城堡的账目全归他管，有什么事直接谈就行。希特里心里得意极了，觉得纳亨就是个好捏的软柿子，只要稍微给点甜头，男人就会乖乖听话。他终于露出了真面目，说之前为了帮这片领地抵御人类，他损失了不少士兵，现在是来要赔偿金的。这算盘打得可真响。纳亨端起茶杯，不紧不慢地问了一句，当初派兵过来到底是经过谁的允许了？纳亨这嘴是真的毒，他盯着希特里，慢悠悠地吐出一句，你其实就是个不入流的小混混吧。这话一出，希特里整个人都愣住了，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可纳亨不仅没收敛，反而笑得更灿烂了。这下希特里
是彻底炸毛了，他猛地摔下茶杯，竟敢对高阶魔王这么无礼！我看你是真的活腻了。随着一声巨响，希特里的魔压瞬间爆发，这下事情真的闹大了。那亨这波操作简直是杀人还要诛心。他一边淡定地喝着茶，一边问希特里，是不是因为被叫成小混混，所以才这么生气？希特里还没来得及反驳，那亨就直接撕开了他的遮羞布，把多余的兵力强塞给弱者，然后再回过头来勒索钱财。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不是小混混又是什么？这番话彻底点燃了火药桶，希特里再也维持不住那副优雅的假面，他怒吼着那亨简直太狂妄了。恐怖的魔压瞬间席卷全场，希特里显然已经动了杀心。既然你这么想死，那我就成全你。面对漫天的火焰，那亨居然还在淡定喝茶。他叹了口气说：“本来想给魔王留点面子，但现在看来没必要了。”只见他轻轻打了个响指，刚才还气势汹汹的火焰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希特里这下彻底懵了，自己的魔力竟然被随手抹掉了。那亨放下茶杯，语气变得冰冷又危险。他说：“大家都是文明人，不如坐下来好好谈谈。”他手里正好有一个不错的提议。就在这一刻，那亨眼中的光芒彻底变了，那股令人窒息的压迫感让希特里意识到，现在的他根本没得选。听到封印这两个字，希特里整个人都愣住了。他还在那强撑着质问：“你居然敢跟我谈条件？”那亨却表现得异常冷静，他说：“你根本没得选，因为接下来的提议关乎到你身上的那个封印。”希特里还在强撑，问他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那亨冷笑着揭开他的伤疤，曾经排名第12位的魔王，因为被封印才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希特里让他闭嘴，觉得这些都是废话。可那亨接下来的话才是真正的重磅炸弹，那些封印石全都在中阶魔王的地盘上，这下希特里彻底没法拒绝了。那亨这回是彻底摊牌了，他直接甩出一份契约，提议要跟希特里联手，只要签了他就能帮这位魔王解开封印。希特里可不是好糊弄的，这种事光靠空口白牙可不行。他盯着那亨问：“你到底打算怎么帮我？”那亨只是神秘的笑了笑，说：“刚才那一瞬间，他其实已经见识到了。那不过是他实力的冰山一角，但这股恐怖的气息已经足够让希特里明白，眼前的男人绝对没在开玩笑。”希特里终于忍不住问了：“你到底是什么身份？”那亨这回直接亮出底牌，他说自己是魔王的老师。这下希特里彻底懵了，那亨没给他喘息的机会，直接问他：“这契约你到底签不签？”结果不出所料，希特里最后还是乖乖按上血印了。这份契约一旦生效，不仅能填满魔王城的金库，连安全问题都一并解决了。这简直是一场稳赚不赔的买卖。希特里之所以敢签字，全是因为契约里的第3条，那亨承诺会提供全方位的支持。这句承诺就是他的定心丸。万一那亨刚才露的那一手，连他实力的1%都不到呢？这绝对是一场值得下的赌注。希特里决定豁出去了，他要求那亨也按上血印。那亨答应得很干脆，直接拿出了短刀。随着2枚血手印落下，契约在红光中彻底生效。这桩危险的买卖总算是谈成了。那亨笑着说：“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转头，那亨就把希特里带到希尔面前，介绍说：“这位魔王以后就是自己人了。”希尔听完还有点不敢相信，赶紧礼貌地打了个招呼。希特里显然还没适应这种场面，随口叫了希尔一声小鬼。结果那亨的脸色立马就变了，他提醒希特里，既然成了盟友，说话就要重新学礼貌。堂堂魔王竟然被那亨训得没脾气，只能硬着头皮重新打招呼。看这架势，这位魔王以后的日子怕是没那么好过了。那亨总算满意了，他说：“早这么客气不就结了？”接着他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准备解释怎么履行契约。希特里还没反应过来，那亨就笑着宣布：“从现在开始，堂堂魔王也要当他的徒弟。”这话一出，希特里直接炸毛了，这简直是在开玩笑。那亨却一点没开玩笑，他很清楚希特里以前有多风光，但现在的他在那亨眼里根本不够看。那亨这番话简直是杀人诛心。他说希特里实力平平，排名垫底，甚至只是个平庸的路人甲魔王。希特里这下彻底破防了，大喊着没必要把话说得这么绝吧。可那亨只是在那一脸坏笑，气得希特里话都说不利索了。就在希特里准备反击的时候，那亨突然收起了笑脸，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希特里觉得自己已经到了极限，只能靠找回封印的力量来翻身。但那亨接下来的话让希特里整个人都愣住了。他说：“这位魔王大人，其实还有变强的空间。”希特里第一反应就是他在撒谎，可如果这是真的，那局面可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亨这边也在盘算，只要他愿意出手帮这位魔王找回当年的场子，简直是易如反掌。希特里还是有点不放心，警告那亨别跟魔王耍花招。那亨倒是淡定得很，说这种大事他从不开玩笑，既然契约已经签了，今天就先各回个家吧。那亨随口补了一句：“以后有空记得主动来找他。”这话可把希特里气炸了，堂堂魔王凭什么要主动去见一个人类？这面子往哪搁呀？还没等希特里发完火，一直没说话的希尔突然站了出来，这小姑娘像是要护犊子，直接大声宣布：“那亨可是他的师傅，谁也别想打他的主意。”希特里这下彻底没辙了，只能顺着希尔的意思，他勉为其难的提议：“1周见一次面总行了吧？”那亨倒是很会顺坡下驴，说：“只要你觉得行那就行。”这话听着像是在迁就，希特里一听就炸毛了，反问那亨是不是觉得他很想见面。那亨只是神秘一笑，说：“这种事谁知道呢？反正以后日子还长，咱们走着瞧。”虽然跟魔王的同盟是达成了，但麻烦事儿
可一点没少。希特里的手下们现在正满肚子怨气，这帮士兵被留在这儿守城，心里1万个不乐意，觉得这差事简直是见鬼了，凭什么要被困在这个鬼地方？这帮士兵正抱怨得起劲，结果直接撞在了枪口上。一个冰冷的声音从背后传来，问他们既然这么不满，干嘛不滚回去当条好狗？刚才还骂骂咧咧的士兵，一回头看青来的人，魂儿都快吓飞了。说话的正是第4军团的副官巴鲁纳，他那眼神冷得像要杀人，刚才还挺横的蜥蜴人，这下当场秒怂，一边道歉一边保证会管好手下。巴鲁纳根本不想听废话，直接让他们滚去训练。看着士兵们灰溜溜离开的背影，指挥官林埃尔拉扎叹了口气，现在的第4军团气氛一团糟，训练也完全跟不上。巴鲁纳也是一脸无奈，反问了一句，除了这样，咱们现在还能有啥招？看来这支军团的烂摊子远比想象中更难收拾。几天之后，这领主府里又炸了锅，希特里简直要气疯了，质问纳亨凭什么说话不算话，现在居然说不叫他剑术了。纳亨这边倒是稳如泰山，怀里还抱着睡大觉的希尔，他说自己真不是故意的，实在是整合魔王军这活儿太累，他现在根本抽不出时间。所以纳亨顺势提了个建议，既然魔王大人这么心急，不如亲自出手帮个忙。这话听着是在请求，其实就是想让希特里去干苦力。希特里哪能看不出这是套路，可为了能变强，他只能憋起火扭头离开。纳亨看着他的背影，觉得这种复仇心切的劲头反倒是个不错的动力。不过纳亨的手段可不止这些，他再次叫住了希特里，说自己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这下希特里怕是又要跳脚了。纳亨带着希尔来到了军营，表面上是带孩子来认路，可谁都清楚他这趟绝对是来者不善。第4军团的指挥官林埃尔拉扎一见到希尔就走不动道了。纳亨表现的倒是挺随和，让大家直接叫他的名字就行，但他紧接着又补了一句，说自己还要顺便处理点别的事。这话听在副官巴鲁纳耳朵里，那可就太刺耳了。他阴阳怪气地反问纳亨，说重整军纪，拿回指挥权这种大事，在你眼里居然只是顺手处理的小事？纳亨一点没退缩，反而一脸淡定地反问，难道这不是很明显的事吗？这下巴鲁纳彻底被激怒了，直接当众质疑纳亨，你一个当老师的到底懂不懂怎么带兵？纳亨居然大方承认了，说自己确实一点经验都没有。这下副官巴鲁纳更来劲了，话里话外都在暗示想让这帮老油条听话，可没你想的那么简单。纳亨听完不仅没生气，反而反问了一句，真的有那么难吗？既然你不信，那就睁大眼睛看好了，看我怎么把这局给破了。没过多久，一行人来到了第3操场，原本还在训练的士兵们一下子全炸了锅，大家都在私下议论，跟在魔王身边的那个陌生男人到底是什么来头。纳亨心里很清楚，这个巴鲁纳是个硬骨头，他实力强悍，而且忠心耿耿，但这份忠诚只属于希尔一个人，想要让他这种人乖乖听命，光靠身份可不管用，必须得想个办法把他彻底拿捏住。纳亨心里已经有了盘算，他要借着这个机会把巴鲁纳彻底收服。他带着希尔主动找上了军营里的硬茬子普西龙。纳亨表现得非常客气，直接亮明了自己老师的身份，可对方显然没打算给好脸色，当众就开始翻旧账，说就是因为纳亨的出现，才让他们这帮兄弟被迫离开了魔王希特里。面对这种指责，纳亨不仅没躲，反而理直气壮地承认了。他说这决定一点没错，毕竟当初你们走投无路的时候，可是我把你们全收留了。这话一出，刚才还气势汹汹的普西龙一下子哑口无言。普西龙想给纳亨一个下马威，握手的时候故意使了死劲，还大声质问纳亨是不是觉得自己可以随便说话。结果纳亨根本没当回事，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你这手劲儿可真不小。紧接着他猛地一发力，刚才还嚣张的普西龙疼得直接叫出了声。纳亨这下彻底摊牌了，他让普西龙搞清楚自己的身份，既然希尔是你们以后的主人，而我是希尔的老师，那你凭什么跟我平起平坐？最后纳亨直接搬出了魔王希特里，质问这就是他教出来的规矩吗？这一番话说的普西龙完全没了脾气，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看似文弱的老师竟然是个深藏不露的狠角色。纳亨接下来的话让在场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他直接把希尔推到了台前，当众宣布你们真正的主人就在这里。带头的普西龙一时间竟然被希尔给蒙到了，但他很快就回过神来，扯着嗓子大喊自己的主人只有希特里一个。纳亨听完也不废话，既然你们这么有骨气，那就只能换个方式聊聊了。随着他抬手一挥，刚才还嘴硬的士兵们瞬间全都跪倒在地，这下谁是老大已经一目了然了。纳亨释放出的恐怖魔压让在场的士兵根本站不起来，就连副官巴鲁纳都看傻了，这股力量简直强得离谱。纳亨一步步走近，语气冰冷的让人发毛。他说自己不需要不忠诚的狗，如果不服，那就只能把你们全部清理掉。但他最后还是给了个机会，是打算抱着旧梦一起消失，还是跟着新主人赌一把未来？带头的普西龙终于开口了，他说魔族的本性就是服从，既然已经向希特里效忠，那就只能听从他的命令。听到这个回答，纳亨反而笑了，这种死脑筋的忠诚正是他现在最需要的。纳亨随手打了个响指，语气平淡却杀气十足。他告诉这群士兵，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那就要准备好付出代价。就在局面快要失控的时候，魔王希特里竟然亲自现身了。他一开口就没给下属留面子，直骂这群人是猪队友，竟给自己找麻烦。希特里当众宣布，纳亨可是他正儿八经的盟友。带头的普西龙还想顶嘴，说这盟约不是名义上的吗？
结果被希特里一嗓子给吼了回去。他强行给纳亨抬轿子，说这群士兵就是两界友谊的象征。这番话听得纳亨都愣住了，心说这剧本怎么跟想的不一样？不过希特里很快就严肃了起来，他盯着纳亨，一字一句的强调，为了应对接下来的战争，这段关系必须死死锁住，谁要是敢破坏，那就是在跟整个魔界作对。面对希特里的威压，带头的厄普西龙赶紧低头认错，可希特里根本不买账，他直接打断对方，再次抛出了一个灵魂拷问：你们到底是谁？这一问把所有人都问住了。就在大家犹豫的时候，整片军团突然整齐划一的行礼，那声音震天动地。他们大声宣告自己是希尔女王的军队。这牌面把旁边的希尔和巴鲁纳全都给看傻眼了。谁能想到，刚才还乱成一团的残兵败将，瞬间就变成了虎狼之师。纳亨在一旁默默看着，心里已经有了底。这个女人果然比想象中还要好使。看着希特里把局面稳住，纳亨总算松了口气。他随手比了个大拇指，表示这波操作没毛病。希尔在一旁也有样学样，跟着纳亨竖起了小手。这神同步的动作简直就是亲师徒。既然要开始课训了，纳亨本想先做点准备，结果这小家伙居然直接把手给缠上了。希尔这脾气一上来，那是谁也劝不动，死活就是不肯松手。这下当老师的也没辙了，既然没法正常教课，纳亨只能换个法子，直接把他扛在肩上。这画面看得旁边的希特里都无语了。看纳亨一直没动静，希特里这下彻底急眼了，直接大声质问：说好的特训到底还作不作数？可纳亨压根没打算把希尔放下，反而一脸淡定地说：就这样教才更有意思。这态度简直是没把魔王放在眼里。就在希特里还没反应过来时，一股恐怖的气息瞬间炸开，这根本不是在开玩笑，真正的压迫感让周围的空气都凝固了。纳亨给出的目标很简单，今天只要能打中他一下，就算这堂课及格了。希特里根本不信，觉得带着孩子特训简直是胡闹。可纳亨只是微微一笑，说这绝对管用。话音刚落，一股恐怖的魔压瞬间炸开，希特里还没反应过来，就被这股力量死死按在地上。纳亨语气平静，却说出了最狂的话：他现在的实力早就超过了当年的魔王，想要特训，就先从这股魔压里挣脱出来，试着碰他一下。希特里怎么也没想到，这股魔压竟然强到这种地步，连站起来都成了奢望。纳亨抱着孩子，头也不回地往前走，嘴里的话却像刀子一样直戳希特里的心窝子。他说，如果连这点压力都扛不住，那拿回力量的事干脆想都别想了。这话一出，希特里彻底被激怒了，可纳亨却变本加厉，甚至劝他直接认输算乐。其实这正是纳亨的目的，想要去往力量封印的地方，就必须先适应这种极端的环境。看着希特里拼命挣扎的样子，纳亨心里已经有了数，真正的蜕变往往就藏在最痛苦的时刻。希尔看着希特里这么痛苦，心里难免有些担心，可纳亨却一脸淡定，说这就是特训该有的样子。他甚至特意叮嘱希尔，让他在旁边看仔细了，因为这种地狱般的折磨，希尔以后也得亲自走一遭。远处传来希特里的惨叫，听得人心惊肉跳。直到太阳快要落山，这场较量还没结束，纳亨还在旁边说风凉话，劝他别太拼命，毕竟年纪也不小了。这话简直是精准踩雷。希特里虽然已经到了极限，但嘴上绝不服软，直接让他闭嘴。看来这魔王的脾气是一点都没变。希特里还在那儿拼命呢，发誓今天非要碰着那亨一下不可。那亨倒好，一边喝茶一边看戏，心里却在感叹，这魔王确实有两把刷子，适应速度比预想的还要快。希尔在旁边看着也眼馋了，非闹着要纳亨给他加课。纳亨本来还想劝他休息，毕竟练得太狠也不是好事，可谁能拒绝这双亮晶晶的大眼睛呢？这下当老师的只能投降了，既然要教，那就来点真格的。纳亨随手打了个响指，准备教希尔一些高级货，可原本的训练强度也跟着翻倍了，还在地上爬的希特里这下彻底傻眼了。纳亨终于松了口，让希特里先歇一会儿，这魔王总算能喘口气了，趴在地上动都不想动。转过头，纳亨就开始考笑希尔，问他今天都学到了什么。希尔记得很清楚，说是要利用空气里的魔力去完成那些原本做不到的事。道理虽然简单，但怎么抓住这些乱跑的魔力呢？希尔歪着脑袋想了半天，突然冒出一个天才想法，直接开口请他们帮忙不就行了？纳亨听完直接乐了，只夸这个主意好。可希尔马上又犯了难，自己从来没跟魔力说过话呀。纳亨却一脸神秘，说待会儿就教他怎么跟魔力搭讪。看好了，就像这样。纳亨随手一挥，把自己体内的魔力散了出去，只要能跟周围这些游离的魔力交上朋友，就能把他们全都拉拢过来。这招借力打力可不简单，原本微弱的力量一下子就能变得排山倒海。希尔在旁边看的眼睛都直了，恨不得马上就上手试试。纳亨倒也大方，直接让他自己来。希尔学着老师的样子伸出手，魔力竟然真的开始在他指尖汇聚，这动静闹得可不小，连远处的希特里都看愣了。这小姑娘的天赋怕是要逆天啊！谁敢相信这竟然是一个7岁孩子的魔力？希特里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心里已经打定了主意，不管付出什么代价，这段盟友关系必须保住。这小姑娘以后绝对能改变局势。纳亨趁热打铁，让希尔试着把魔力聚起来。希尔乖乖照做，可刚一伸手，就发现感觉不太对劲。纳亨笑着解释，那些让你觉得陌生的力量，其实就是空气里原本就有的魔力。虽然希尔现在的魔力
还不够，但只要学会借用这些外援，就能使出远超等级的招数。那哼伸出一根手指，开始手把手教他越级打怪。第一步，先在脑子里想象一团最耀眼的火焰，别看这火焰骷髅长得挺吓人，其实在那哼手里乖巧的就像个小宠物。他正打算让希尔跟着学，结果旁边的希特里坐不住了，赶紧出声叫停。他盯着那哼手里的火苗，问他到底在叫孩子什么东西。那哼还一脸淡定，觉得这能有什么问题。希特里却说这根本不是什么基础入门，而是早就失传的古代魔法。这下连那哼自己都愣住了，他随手教的小把戏来头竟然这么大吗？希特里这下是彻底坐不住了，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想知道那哼到底是什么来头，怎么连这种失传的魔法都会。那哼却根本不想接这茬，随口敷衍了两句，转头就开始检查希尔的学习进度，问他刚才那一招看清楚没。希尔倒是一点不怯场，大声答应了一句，接着就有模有样的闭上眼，开始在脑子里想象火焰的样子。谁能想到这小姑娘竟然现学现卖，指尖刷的一下就冒出了火苗，连复杂的古代符文都复刻出来了。那哼虽然嘴上夸着不错，但还是没忘了给他泼盆冷水。借用外力固然省事，但要是基本功扎不稳，以后可没法应付真正的麻烦。那哼直接把话挑明了，说训练归训练，刚才那一拳可不是闹着玩的。希特里赶紧摆手解释，说事情根本不是他想的那样。眼看古代魔法这么厉害，希特里也动了心思，求着那哼也教教他。结果那哼连想都没想，当场就给拒绝了。希特里这下急了，明明说好大家都是自己人，凭什么不教？那哼却一脸严肃地说，咱们现在的信任度还没到能教这种秘术的地步。不过那哼心里可没闲着，他突然意识到这可是个敲竹杠的好机会，于是他故意卖了个关子，说只要两人的关系能再进一步，这事儿也不是不能商量。这话一出，希特里显然是想歪了，在那儿纠结了半天，最后为了变强，还是咬着牙认了。他犹豫了半天，最后小声问了一句，那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风格？这没头没脑的一句话，把那哼和希尔全给整懵了。那哼现在满脑子问号，完全搞不懂话题怎么就扯到个人喜好上去了。希特里还在那儿硬撑，说想拉近关系，肯定得先了解对方的口味。那哼赶紧把话说明白，他说的关系是两层领地之间的信任，根本不是希特里想的那种事。这下希特里尴尬的想找个地缝钻进去，恨不得让那哼把刚才的话全忘了。那哼也没打算深究，只要误会解开就行。他提醒希特里，下次记得带个像样的方案过来。旁边的希尔听得云里雾里，完全不知道这两个大人在打什么哑谜。等安静下来，那哼开始梳理脑子里的记忆，他这才意识到自己附身的这个角色身份可一点都不简单。作为一名大恶魔，掌握古代魔法简直是基本操作。在原本的游戏设定里，这些大恶魔极其神秘，几乎从不露脸，他们是活了无数岁月的古老存在，每一个都是战力天花板。看来这个新身份比他想象的还要惊人。那哼发现这具身体有点不对劲，本能的在排斥其他大恶魔，但他现在没工夫纠结这些，手头还有一堆烂摊子要处理，得一件一件来。现在的头等大事就是怎么扩张领地，去人界还太早，希特里的地盘又不能动，算来算去只能拿第70层的魔王开刀了，硬碰硬肯定不行，伤亡太大，实在划不来。就在他发愁的时候，桌上的一份文件让他有了意外发现。到了第二天，希尔一大早就跑来找他，看那哼这副淡定的样子，新的计划估计已经有眉目了。林埃尔拉扎带着希尔推门进来，那哼客气了两句，毕竟这位指挥官平时忙得很，但接下来的话直接让气氛变得紧张起来。那哼开门见山说打算扩张领地，林埃尔拉扎一听就愣住了，第70层可不是好惹的，就算加上魔王希特里的兵力，正面硬刚也根本没胜算。他劝那哼一定要慎重，千万别冲动去打全面战争。结果那哼什么都没说，只是递过去一份文件。林埃尔拉扎看完之后，半天没说出话来。原来那哼压根没打算硬碰硬，他手里的这份计划是要换个法子把对方玩死。那哼看着眼前的指挥官，语气里满是自信。他问林埃尔拉扎，觉得这个计划怎么样？看着手里的方案，林埃尔拉扎终于松口了，只要不跟对方正面硬碰硬，这事儿还真有戏。既然决定要动手，那就要找最专业的人，潜入渗透一个都不能少。虽然还有人担心内部会出乱子，但那哼根本没放在心上。现在的局面已经没人敢不听话了。为了彻底解决后顾之忧，那哼直接抛出了最后一步，把新来的士兵全部独立编队，成立一个新的军团。这一手安排下去，内部的火药味怕是要被彻底压住了。林埃尔拉扎分析的没错，这一招不仅能稳住局面，还能顺便帮希尔收买人心，让那些新兵死心塌地。那哼解释说，只要让士兵们觉得被重视，他们自然会站在希尔这边，这逻辑简直无懈可击。至于最关键的搞钱问题，那哼早就盯上了希特里的钱包，反正这笔账最后肯定得由这位魔王来买单。希尔听得眉开眼笑，大声说，只要是那哼安排的，他通通都喜欢，这小模样真是要把人萌化了。就在这时，希特里也凑过来想分一杯羹，嚷嚷着要帮大家扩张势力，结果被那哼一个眼神盯得直发毛。他尴尬的往后退，问那哼是不是不信任自己。那哼头都没抬，冷淡的回了一句完全没有。看着希特里吃瘪的样子，那哼心里很清楚，这不同阶层之间的差距确实比想象中还要大。正说着呢，希尔突然抱着熊跑开了，凯恩在后面紧着追问，这小祖宗又要往哪儿跑？希尔这孩子真是太单纯了，非要拉着希特里
一起折腾，还说两个人一起干活就不累了，这逻辑让魔王都没了脾气。希特里现在是真切体会到了，对付这种心思透明的小家伙，简直比应付千军万马还要心累，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拒绝。那哼在旁边看够了笑话，这才慢悠悠的走过来，只用一句话就拿捏住了希尔，说再这么闹下去，小熊可就脏了。看着希尔心疼小熊的样子，那哼顺势提议带他去洗澡，3两下就把这小祖宗给哄好了，这手段确实是专业级别的。希特里在旁边都看愣了，忍不住问他是不是经常带孩子，怎么动作能这么熟练，简直像个带娃的老手。那哼脸上的笑意淡了些，语气也变得有些意味深长。他说这可不只是熟练的问题。那哼说话还是那么损，表面上说是为了希尔好，背地里却在笑话希特里没脑子，气得这位魔王大人当场翻脸，大声质问自己什么时候乱来过。玩笑归玩笑，那哼打了个响指，示意训练先停一停。既然希特里主动提出要帮忙，那就要把话问清楚。希特里也没打算再绕弯子，直接把底牌亮了出来。原来他们也一直在秘密备战，这让那哼意识到局势的发展比预想中快得多。既然对方主动送上门，那哼可一点都没客气，直接问他打算怎么出力。希特里虽然嘴上骂他厚脸皮，但还是得听听他的计划。那哼提议干脆玩个大的，趁现在直接发动突袭。希特里这下彻底愣住了，这种不要命的打法，代价恐怕谁都承受不起。那哼让希特里放100个心，说这次绝对不会有大伤亡。希特里一听就明白了，这不就是让他带头去打假赛吗？那哼赶紧拍马屁说，不愧是魔王大人，这反应速度确实快得惊人。希特里听得直翻白眼，这话怎么听都不像是在夸人，他可不想白白去当诱饵，除非那哼真有什么锦囊妙计。那哼也不废话，直接递过去一份绝密情报。原来安德罗马刘斯那个蠢货竟然在公开场合羞辱盟友，导致双方现在彻底闹翻了。这情报简直是送上门的大礼。希特里一看就乐了，那家伙确实是个没脑子的傲慢鬼。既然对方内部已经起了内讧，这可是个挖墙脚的绝佳机会。那哼微微一笑，他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趁这个机会把对方最强的战力直接拉拢过来。那哼这次是打算用美人计了，他准备派出一个让对方绝对无法拒绝的人选。希特里一下子就猜到了，这指的显然就是林埃尔拉扎。既然计划定好了，希特里最关心的还是分赃问题。没想到那哼这次大方的惊人，不管是领地还是资金，全都提议5-5分成。这话一出，希特里觉得太阳简直从西边出来了，总觉得这家伙肯定没安好心。那哼却一脸坦然地表示，既然是盟友，大方一点难道不是应该的吗？他甚至还反过来调侃，说自己难得说句真心话。希特里竟然还不打算相信，至于最后到底怎么选，全看魔王大人自己的意思。那哼这老师当的是真狠，刚聊完正事，转头就要接着训练。希特里这下彻底崩溃了，直呼这强度简直是要了命。就在这时，希尔抱着洗干净的小熊一溜烟的跑了过来，看到那哼，小家伙别提有多高兴了。那哼一把将他抱起，却发现希尔的头发变了颜色，发梢竟然带了点红，还以为是这孩子偷偷染了发。旁边的凯恩赶紧解释，这可不是什么染发剂，而是他们这一族的特殊天赋，能把魔力储存在头发里，这就是他们魔力强大的真正秘密。凯恩解释说，希尔在学习使用魔力时，身体会自动把能量储存起来。那哼听完心里咯噔一下，因为在他的记忆里，游戏原著根本没这个设定。凯恩接着透露，以前的魔王储存的魔力更多，甚至半头头发都会变成红色。那哼立刻意识到，这简直就是个强力外挂，只要希尔能掌握这个天赋，以后就能随心所欲的使用那些消耗巨大的禁咒了。他叮嘱希尔以后要多练习吸收魔力，小家伙答应的特别干脆。不过那哼还没忘记正事，他转头询问凯恩，林埃尔拉扎现在人在哪里？此时此刻，在安德罗马刘斯统治的领地，夜色已经彻底笼罩了城市，行动正式开始。林埃尔拉扎带着精锐小队，趁着夜色潜入了敌方领地。看着眼前的防守布局，那哼大人的预判果然没错，对方的兵力部署竟然全在他的掌控之中。这支小队动作极快，在屋顶和树影间飞速穿梭，没有惊动任何守卫。很快，他们就锁定了目标位置。林埃尔拉扎盯着远处的一座木屋，直觉告诉他，那里就是一切的关键。虽然手下汇报说，目前还没发现任何可疑的动静，但在这魔王的领地里，越是平静，往往就意味着越大的麻烦。手下忍不住小声询问，咱们大半夜跑这来到底要干嘛？林埃尔拉扎头也不回地说，魔王大人想要拿下这第70层，所以必须把这帮亚伦突击队拉拢过来。手下听完直接愣住了，怀疑这任务到底能不能办成。林埃尔拉扎语气果断，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别废话，立刻行动。几道黑影在林间飞速掠过，直奔那座平平无奇的木屋。可就在他们即将靠近的时候，一个冰冷的声音突然在耳边响起，到此为止了。木屋的大门缓缓打开，两个强悍的身影从阴影中走了出来。看来这趟拉拢的差事遇上真正的硬茬子了。对方的守卫瞬间围了上来，语气冰冷的要求报上名来。林埃尔拉扎发现亚伦的这帮手下确实比预想中要训练有素。就在这时，亚伦叼着烟斗走了出来，他一眼
就看穿了众人的身份，直接开口询问谁才是这里的负责人。林埃尔拉扎缓缓摘下面罩，平静地站了出来。亚伦看清他的脸后，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他怎么也没想到，眼前这位竟然是传说中的人物。周围的士兵也炸开了锅，因为在传闻中，前任魔王麾下的4件应该早就已经全军覆没了才对。林埃尔拉扎没有多解释，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那个名号他早就不要了，现在的他只为希尔大人挥剑。”亚伦听完计划后，忍不住感叹胃口真大，竟然想把整个第70层都吞下去。他盯着林埃尔拉扎问：“你觉得这真的可能吗？”林埃尔拉扎语气平静：“击败安德罗马留斯只是时间问题。”这种自信让亚伦不得不服，但他随即指出了最致命的问题：战争可不是简单的单挑，就算把附近几层的兵力全加起来，也根本不是第70层的对手。硬碰硬的话，他们几乎没有任何胜算。林埃尔拉扎笑了笑，这正是他亲自找上门的原因，因为他们需要亚伦这种地头蛇的帮助，而且他手里还握着一张没出的底牌。他压低声音告诉亚伦，希尔大人身边还有一个真正的怪物，哪怕有100个像亚伦这样的高手，恐怕连对方的一根头发都碰不到。亚伦听完直接干笑了几声，他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堂堂前任魔王的亲信怎么可能说出这种离谱的话？他试图把这当成一个玩笑。林埃尔拉扎眼神冰冷，语气里没有一丝温度。你看我现在的样子，像是还有心思跟你开玩笑吗？亚伦冷哼一声，既然你们手里有这种怪物，那直接平推过去不就行了？何必还要费这么大劲来找我？林埃尔拉扎解释得很直接，拿下区第70层还不值得惊动更高层的那些大人物，所以这件事必须做得神不知鬼不觉。他最后给出了通牒，如果不信，你大可以现在就去告密，但到时候你也绝对跑不掉。亚伦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他知道林埃尔拉扎的手段，更知道这支小队绝不是在吓唬他。终于他还是松口了，他问林埃尔拉扎，你到底想要我做什么？林埃尔拉扎开出了条件，让第71层的军队从你的领地借道，并且在决战那天帮他一起拖住对方的魔王。只要肯合作，地位和奖励绝对超乎想象。与其死死抓着那根快断的烂绳子，不如换一根更结实的。现在就看你敢不敢接这根绳子了。谈判总算顺利搞定了，纳亨对这个结果很满意，随口叮嘱林埃尔拉扎，让他赶紧去准备接下来的出征。就在林埃尔拉扎准备离开时，他还是没忍住停下了脚步，问出了那个憋了很久的问题：凭纳亨大人的本事，为什么要屈尊去给希尔当老师？这种小差事根本配不上他的野心。纳亨手里的笔停住了，他到底在盘算什么？恐怕没人能看透。林埃尔拉扎步步紧逼，他实在想不通，像纳亨这样的大人物，为什么要屈尊去守那最底层的72层？纳亨直接挑明了对方的顾虑：你是在担心我会趁机篡位夺权吗？其实纳亨心里很清楚，如果说出真相，对方肯定会把他当成疯子，但随便编个理由，显然也糊弄不过去。于是他干脆摊牌了，因为我觉得这很有趣，亲手培养出一个魔王，而且还是那个被所有人瞧不起的最弱魔王，这才是他真正想要的养成游戏。林埃尔拉扎彻底愣住了，他怎么也没想到纳亨的野心竟然如此疯狂。纳亨笑着说，一想到将来能亲手扶持他统治整个魔界，这种快乐简直无法形容。林埃尔拉扎听得直发愣，合着你做这一切纯粹是为了找乐子？纳亨摆了摆手，一开始确实是这样，但现在我是真的挺喜欢这里，毕竟这里有最可爱的希尔，还有像凯恩这样绝对忠诚又靠谱的管家，就连负责内务的利亚也是个让人放心的好帮手。这下轮到林埃尔拉扎没话说了，这个男人远比他想象的要复杂的多。纳亨继续数着他中意的伙伴，塞西莉不仅活干得漂亮，心思也特别细腻，还有大厨马克，那手艺在魔界绝对是数一数二的。至于副官巴鲁纳，虽然性格有点叛逆，但办事能力和忠诚度那是没得说。当然了，还有我们这位强大又靠谱，而且还非常漂亮的林埃尔拉扎指挥官。这一个直球把林埃尔拉扎整不会了。纳亨倒是一脸淡定，我只是实话实说，你这么大反应干什么？其实纳亨心里最爽的是能亲眼见到这些游戏角色，简直比什么都过瘾。他看着林埃尔拉扎，给出了最后的承诺，放心吧，只要你们不赶我走，我绝对不会背叛大家。这番话让林埃尔拉扎彻底沉默了。林埃尔拉扎为之前的无礼道歉，纳亨却根本没往心里去。在他看来，这种质疑反而是忠诚的体现，因为他效忠的对象是希尔。纳亨笑着催他赶紧去休息。看着这个男人的背影，林埃尔拉扎心里感叹，希尔陛下身边能有这样的人，真是莫大的福气。就在这时，希尔一蹦一跳的跑了过来，这一声老实叫的简直能甜到人心里去。纳亨有点意外，还没到上课时间呢，这小家伙怎么就跑来了？希尔凑到跟前，好奇地看着桌上的账本。纳亨也没瞒着，耐心地解释自己在处理财务。希尔想在旁边看着，纳亨当然不会拒绝，只要有他在，这72层的气氛永远这么温馨。既然希尔在这，纳亨打算趁机给他上一堂经济课。人类那边的冒险者把庄稼都给毁了，农民们现在连饭都吃不上。纳亨问希尔，你觉得该怎么办？希尔想的挺简单，既然仓库里还有陈粮，直接发给他们不就行了？纳亨笑了笑，难道要白送吗？希尔赶紧改口，那就留一部分救济，剩下的便宜卖给他们。纳亨接着又抛出一个难题，要是农民现在手里没钱，连便宜粮食都买不起，那又该怎么办？这下把希尔给难住了，小脑袋瓜转了半天也没想出个好办法。纳亨这才揭开谜底，这种时候可以利用谷物贷款制度。希尔听得非常认真，其实道理很简单，现在低息借给农民粮食，
等下次收成的时候再还，这样既解决了眼下的危机，又不会让领的亏本。这门课希尔算是听进去了。那亨最后总结道，这样既解决了粮食短缺，魔王城也不会亏本，简直是两全其美。希尔听得非常明白，大声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敲门声，莉亚推门进来，打断了两人的教学。原来是到了点心时间，希尔该去补充能量了。那亨笑着摆摆手，去吧，赶紧去吃你的点心。一听到有吃的，希尔整个人都精神了，满脑子想的都是布丁。莉亚还在旁边加码说今天准备了草莓蛋糕。这下希尔彻底坐不住了，可就在他准备出门的时候，却突然停下了脚步，回头看向还在忙碌的那亨。那亨也有点纳闷，怎么了？不是最爱吃蛋糕吗？希尔大声邀请那亨一起去吃点心。这下连旁边站着的莉亚都愣住了，陛下竟然要分享自己的零食。希尔这才反应过来，刚才一激动忘了用敬语，赶紧红着脸补了一句。那亨心里也挺意外，这小家伙平时最护食了，今天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既然是希尔的一番好意，那亨当然不会拒绝，他也想尝尝到底是什么蛋糕能让他这么入迷。希尔高兴坏了，拉着那亨就往餐厅跑。看着前面那个小小的背影，那亨心里暖洋洋的，能让这孩子主动分享零食，看来这段时间的努力没白费，这说明他已经彻底赢得了希尔的信任。凯恩快步走上前，把一封密信交给了那亨，说是从71层传来的。那亨有些意外，71层那个地方居然会有动静。拆开信一看，上面只有一句话：一切都准备好了。那亨冷笑一声，看来今天的点心味道会格外甜。紧接着，一个重磅消息传开了，希特里竟然公开宣战了，整个魔王城都炸锅了。谁能想到，区区一个71层，竟然有胆子挑战上位者第70层魔王安德罗马留斯，现在整个人都要气炸了。他觉得希特里简直是疯了，竟然敢主动挑衅他。手下的人赶紧劝他稳着点，可他根本听不进去。在他眼里，希特里不过是个力量被封印的废人。尤金伯爵却不这么看，他提醒自家老大，希特里以前可是高阶魔王，就算没了力气，他的脑子可一点没坏。安德罗马留斯冷哼一声，他要是没点底气，敢这么明目张胆的叫板。尤金伯爵压低声音说出了最近打探到的情报，传闻第71层和72层已经彻底穿一条裤子了，而且根据眼线的报告，希特里最近动作频繁，经常往第72层跑。这下意思很明显了，希特里这是找好了靠山，准备联手对付他了。安德罗马留斯听完直接笑喷了，希特里竟然想靠那个破烂72层翻身，这在他眼里简直就是个笑话。但手下尤金却一脸严肃，他提醒自家老大，72层虽然兵力不多，但那个魔剑希尔可不是吃素的。更关键的是，最近72层多了个神秘的家庭教师，据说这家伙来头不小，绝不是什么普通货色。安德罗马留斯这下笑不出来了，一个真有本事的人怎么会甘心待在那种小地方？尤金接着爆了个大料，就是这个男人一手促成了71层和72层的结盟，连希特里都被他拿捏得死死的。既然对方已经开始抱团，那就没什么好犹豫的了。尤金建议直接发动全面战争，只要用绝对的兵力压过去，管他什么魔剑还是教师，通通都得灰飞烟灭。尤金凑到老大耳边，神神秘秘地摇起了耳朵，显然是出了个阴招。安德罗马留斯听完，这主意简直太对他胃口了。他正愁没机会让那帮不知好歹的家伙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实力。但就在这时，他突然发现哪里不对劲，亚伦竟然没来。尤金在旁边补了一刀，不光是亚伦本人，连他手下那帮人也全都没影了。这下安德罗马留斯彻底炸了，在他的地盘竟然有人敢玩消失，他当场下令立刻把亚伦抓回来。看来这仗还没打，家里就要先见血了。就在这时，一个士兵连滚带爬的冲进大殿，大喊着出大事了。安德罗马留斯还没回过神，士兵接下来的话让他整个人都愣在原地。希特里的军队竟然已经杀到城门口了，这下全对上了。难怪亚伦那个混蛋一直没露面，原来是里应外合，打算直接端了他的老窝。安德罗马留斯气得当场拍了桌子，尤金倒是反应极快，立刻带头请命，说部队已经集结完毕，只要老大一声令下，他们现在就能冲出去，把外面那帮人彻底解决掉。口号喊得震天响，安德罗马留斯这回是真杀红了眼，他直接下达了全军出击的死命令，要把希特里和叛徒彻底抹掉。可谁能想到，纳亨这边却在忙着给希尔穿盔甲。虽然希尔觉得这身铁疙瘩又重又闷，但这可是战场上的保命符。为了哄孩子，纳亨连小蛋糕都搬出来了，只要能乖乖听话，回头什么奖励都有。凯恩这时候也露面了，看来指挥官那边已经按计划行动，他们也得赶紧跟上。这出大戏终于要进入最高潮了。纳亨抱起希尔，准备正式出发了。凯恩在身后默默送行，祝他们这一趟能旗开得胜。来到集结地，副官巴鲁纳已经等候多时，眼前的传送阵正冒着蓝光，这是希特里大人特意准备的，能让他们直达第70层。纳亨路过时还小声嘀咕了一句，嫌这传送阵看着有点廉价。巴鲁纳听得一头雾水，还没来得及细问，纳亨已经带着希尔跨了进去。这一步踏出去，可就真的没有回头路了。就在大部队被引开的时候，城堡高处的阴影里，几双眼睛正死死盯着下面。带头的叫邓肯，是安德罗马留斯手下的特种指挥官。看着空荡荡的院子，他冷笑着骂了一句白痴。这帮人竟然敢唱空城计，真以为老挝没人敢动吗？既然敢把后背露出来，那就要准备好付出代价。邓肯猛地一挥手，下达了最残酷的命令：出发，把留在这里的人全部解决掉。巴鲁纳有些担心地问：那亨大人，魔王城现在守备空虚，真的没问题吗？
毕竟对方手下还有一支擅长潜伏的部队，万一他们趁机偷家。那哼听完冷笑一声，既然你都能想到，那这种程度的偷袭根本就是自寻死路。话音刚落，魔王城那边果然炸开了锅，潜伏的刺客破门而入，以为计划已经得逞，结果还没等他们站稳，局面就彻底失控了。凯恩单手拎着俘虏，语气平淡地问：“我可不记得邀请过各位。”巴鲁纳这下彻底服了，原来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有些东西能藏住，但有些东西注定藏不住。这群刺客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这回是踢到硬板了。本以为魔王城守备空虚，结果连个女仆都打不过。塞西莉拎着扫帚说：“管家大人，这边已经全部清理干净了。”厨房那边也没闲着，潜入进去的倒霉蛋直接被大厨当成加餐给拎了出来。这哪是什么仆人，分明是一群深藏不露的高手。这一切全在那哼的算计之中，他早就料到会有这一手，提前把城堡变成了陷阱。巴鲁纳这下是彻底服气了，他主动走上前说：“那哼大人，您的部署简直天衣无缝，请下达接下来的指令。”可那哼却摇了摇头，语气平静地说：“你搞错了一件事，你真正该效忠的对象并不是我。”他侧过身，露出了身后的希尔，虽然还抱着泰迪熊，但他才是这里真正的正主。希尔看着那哼说：“老师，请您担任我们的临时指挥官。”那哼微微躬身：“既然是您的要求，我定当全力以赴。真正的反击现在才要开始。”那哼这边的动作极快，直接派巴鲁纳带人去前线接应。既然要打，就要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希尔还什么都不知道，戴着大头盔问：“老师，我们要去哪呀？”那哼语气温和：“我们要去见希特里大人。”希尔听完开心坏了，完全没意识到外面的世界已经变天了。此时的希特里正站在高处，看着下面黑压压的军队，他不得不承认自己之前确实看走眼了。那哼这个男人，无论是搜集情报还是执行力，都强得让人脊背发凉，绝对是个极度危险的家伙。他转头冷声警告手下：“拿完咱们该拿的东西就走，记住，谁也别想动希尔一根头发。”话音刚落，远处传来一声巨响，城堡的大门直接被轰开了。安德罗马留斯这下彻底破防，指着外面破口大骂，手下劝他赶紧撤，他却一脸阴沉的冷笑：“只要这件东西还在我手里，谁也别想赢。”轰隆一声巨响，大门直接被炸成了碎片。这群不速之客来的还真是时候。林埃尔拉扎带头冲进大殿，看着周围这副架势，他忍不住给了一个差评。这70层的待客之道确实有点拿不出手。安德罗马留斯冷笑一声，觉得这群人是吃了豹子胆，仗着有一把魔剑就敢跑来这里撒野，甚至还想把人当场撕碎。林埃尔拉扎根本懒得废话，这种狠话还是留到下辈子再说吧。他整个人化做一道残影，瞬间就杀到了跟前。双方的武器狠狠撞在一起，震得整座大殿都在晃。安德罗马留斯彻底火了，既然你这么狂，那就看看谁先倒下。安德罗马留斯抡起巨锤，这一击是陈力猛。林埃尔拉扎反应极快，一个侧身险险躲过。安德罗马留斯冷笑着说：“不愧是魔剑的持有者，确实有点本事。既然这样，那就给你加点料。”谁也没想到，他竟然一把抓起旁边的手下，当场献祭，这手段简直残忍到了极点。鲜血之中，一只巨大的九头蛇破影而出。安德罗马留斯疯狂大喊：“给我咬碎他们！”林埃尔拉扎这下麻烦了，面对这种怪物，局面瞬间变得极其被动。就在前线打得不可开交时，那哼却像个没事人一样出现在了希特里的露台上。希特里一脸嫌弃地问：“你怎么跑这儿来了？”那哼倒是很淡定：“我就是来看看你这边进展的顺不顺利。”那哼这波操作直接把希特里给整懵了，他竟然要把希尔留在这，自己去处理正事。为了安抚希尔，那哼还特意拿出一个蓝色小金鱼，让他乖乖在这等着。毕竟接下来的场面确实不适合带娃。希尔虽然100个不愿意，但还没来得及撒娇，那哼的动作就停住了。他察觉到一股极其诡异的气息，这股力量本不该出现在这，看来林埃尔拉扎那边出了大麻烦。那哼丢下一句马上回来，整个人瞬间消失在原地。希特里愣在半天没回过神，他甚至没看清那哼是怎么走的。这个男人的实力简直深不可测，他心里很清楚，那哼把希尔留下其实是在测试他的诚意，看他到底够不够格当盟友。希特里冷声警告手下，收起那些没用的小心思，从现在起要把希尔当成祖宗一样供着。希特里虽然嘴上不情愿，但还是接下了带娃的差事。希尔抱着那个蓝色金鱼，心里美得不行。谁能想到，那哼随手给的一个玩具，竟然成了他的宝贝。可另一边的战场上，局面已经彻底崩了。巴鲁纳被打得节节败退，防线像纸糊的一样，瞬间就被撕成了碎片。安德罗马留斯嚣张到了极点，看着这群垂死挣扎的人，他觉得这场游戏已经可以提前收场了。林埃尔拉扎被九头蛇死死困住，这怪物的力量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他已经无力反抗，只能在心里默默告别。就在这必死的瞬间，整座大殿剧烈震动，这下全场都傻眼了，谁也没看清发生了什么。刚才还凶神恶煞的九头蛇，唰的一下就被压制住了。林埃尔拉扎整个人都愣在原地，这局面反转的太快，快到让人根本反应不过来。再看地上的安德罗马留斯，刚才还不可一世的魔王，现在连锤子都丢在一边，狼狈的瘫在那儿。他死死盯着眼前的男人，咬牙切齿地问：“你到底是谁？”那哼居高临下的看着他，语气平静的让人害怕：“安德罗马留斯，我建议你现在就投降。”这股恐怖的压迫感让安德罗马
刘思彻底懵了，这种感觉简直和第一魔王一模一样。他怎么也想不通，这种级别的怪物为什么要替那种寒酸的阵营卖命？安德罗玛，刘思咬牙问道：“你到底是什么来头？”纳亨根本不想听他废话，冷冷地回了一句：“你话太多了。”眼看命悬一线，安德罗玛，刘思彻底慌了，他开始疯狂开条件，金钱还是名声，只要加入我，你要的一切我都能给。纳亨反问了一句：“真的什么都能给？”对方赶紧点头保证：“只要你开口，什么都行。”结果纳亨接下来的话让局面彻底反转，他平静地说：“我要那个最高的位置，那是魔王所能达到的绝对顶点。”纳亨冷冷地嘲讽安德罗玛：“刘斯，凭你现在的水平，这种事你想都别想。”对方这下终于反应过来，原来这就是你非要去那个地方的原因。纳亨没有否认，他手里的剑又逼近了几分：“你动了不该碰的力量，我没打算原谅你。”安德罗玛，刘斯却冷笑一声，觉得这简直是废话。在他眼里，战争只要能赢，可以用任何手段。他还没把话说完，纳亨已经失去了耐心。这一剑下去，世界彻底安静了。纳亨站在战场中心，对着敌方残部大声宣告：“战争结束了，安德罗玛，刘斯已经倒下。”所有人立刻放下武器。这句话一出，整片战场瞬间变天了，士兵们面面相觑，谁也没想到自家的首领居然败得这么快。纳亨给出了最后的选择：投降就能活命，如果还要反抗，那就只有死路一条。而在后方的营地里，希特里正陪着希尔喝茶，他看着远处的动静，忍不住感叹了一句：“他才刚走没多久吧，怎么这么快就打完了？”不过转念一想，如果是纳亨出手，这一切反而显得非常合理。希尔兴奋地大喊：“是老师的声音，老师回来了！”林埃尔拉扎低头道歉，觉得自己刚才太大意了。纳亨倒是没怪他，只是安慰说：“太久没上战场，难免会有些生疏。”但纳亨心里很清楚，刚才那股气息绝对是魔界顶尖的存在。更奇怪的是，这在原本的游戏剧情里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事情开始脱离掌控了。纳亨立刻交代下去，对外就说是希特里解决了安德罗玛、刘斯。林埃尔拉扎心领神会，他保证会让所有人彻底封口。至于剩下的细节，以后再慢慢解释。纳亨把剩下的烂摊子全丢给了副官，他现在只想赶紧走，去把希尔接回来。林埃尔拉扎听完吓了一跳：“你是说希尔现在正单独跟另一位魔王待在一起？”纳亨倒是很淡定，解释说那是盟友，而且希特里做事有分寸，出不了什么乱子。交代完这些，纳亨直接闪身离开，只留下林埃尔拉扎在原地发愣。而此时的营帐里，士兵带回了最新的战报，第70层的守军已经全部投降了。希特里听得一头雾水，这仗打的是不是有点太简单了？就连旁边的希尔也跟着歪了歪头，好像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希尔突然站了起来，大喊着：“老师回来了！”希特里还没反应过来，他堂堂一个魔王，竟然完全没察觉到有人靠近。话音刚落，纳亨就走了进来，那语气轻松的，就像是刚散步回来一样，还顺手摸了摸希尔的头。希特里整个人都傻了，这速度也太离谱了！仗才刚打响没多久，你怎么这就回来了？纳亨没多解释，直接把一个沉甸甸的布包塞到了希特里怀里，那上面还带着没干的血迹。纳亨语气平淡地说：“这是安德罗玛、刘斯的人头，从现在开始，对外就说是你亲手杀了他。”希特里彻底愣在原地，明明是你干的，为什么要算在我头上？纳亨露出一抹深意的笑，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是盟友。纳亨准备带人先走，临走前还不忘交代，这次的战利品必须55分成。希特里抱着人头，看着纳亨离开的背影，总觉得他刚才那个笑让人心里直发毛。城堡门口传来叮叮当当的声音，老管家凯恩正拿着锤子在那修大门。纳亨抱着希尔刚走近，就发现门框都裂了。凯恩尴尬地笑了笑，解释说自己刚才没收住力气。纳亨一眼就看穿了，看来刚才家里是来了不速之客啊。他拍了拍凯恩的肩膀，说了一句做得好。凯恩恭敬地弯下腰，祝贺纳亨大人成功征服了第70层。纳亨看着远方，语气平静却充满野心，这才仅仅是第一步。凯恩正商量着要搬进魔王城，纳亨却摆了摆手，说这地方不急着住，他打算把第70层的城堡直接白送给希特里。这话一出，凯恩和希尔都听傻了。希尔忍不住问：“老师，明明是你杀掉了强敌，为什么要让希特里占这个便宜？”凯恩也在一旁心疼，占领城堡可是征服的象征，咱们这波买卖是不是亏得太大了？纳亨却表现得很淡定，他说：“现在咱们缺钱缺地，还没到能自给自足的时候，在实力攒够之前，必须得学会闷声发大财。而且纳亨还有更深的打算，既然希特里成了这层的主人，那以后这里出了任何麻烦，该由谁来负责呢？”希尔这下总算反应过来了，合着希特里不仅拿了功劳，还得替老师背锅啊！纳亨看得很透彻，希特里之所以接受提议，是因为他急需证明自己依然是那个让人畏惧的魔王。凯恩听得脊背发凉，原来这一切都在纳亨的算计之中。纳亨淡淡一笑，他可不是什么大善人，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接下来的日子，纳亨打算先抓内政，除了要教导希尔，还得更新装备，搞定现金流。最重要的是查出谁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凯恩还是忍不住问：“您为什么能确信我们一定能赢过亚伦？”纳亨停下脚步，随口回了一句：“运气好罢了。”其实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不过是游戏里一个随机触发的小事件，对他来说，这跟开挂没什么区别。凯恩看着纳亨的背影，心里已经有了定论，这个男人绝对要留在女王身边。纳亨头也不回的摆摆手：“行了，赶紧去把大门修好吧。最麻烦的事总算过去了。”纳亨决定接下来要重点抓希尔的教育。他指着希尔的小脑袋提醒道：“
你要记住，这里真正的统治者不是我，而是你。希尔听得兴致勃勃，抱着小熊直点头。老师教的东西最有趣了，他要把所有的本事都学到手。看到希尔这么配合，那亨心里总算踏实了。看来这种寓教于乐的方法确实比死记硬背管用多了。正式交代完，那亨打算去处理公文，让希尔先去休息。结果这小丫头根本不撒手，死活都要黏着他。这下麻烦了，看来想当个称职的老师，还得先学会怎么哄孩子。塞西莉也在一旁帮腔，说工作再努力也得休息好。希尔这下更有底气了，非要拉着老师陪他一起午睡。那亨本来还不觉得累，可看着希尔那副委屈的小模样，他瞬间就没辙了。这要是再拒绝，小丫头肯定的当场闹脾气。行吧，那亨只能先答应下来，心里盘算着，等把这小祖宗哄睡熟了，自己再偷偷溜回去加班。希尔一听老师答应了，高兴的直接蹦了起来，拉着那亨就往卧室跑。刚到门口，女仆利亚已经在那后着了。那亨顺口吩咐了一句，送杯热茶到希尔房间里。不过那亨接下来的话却让气氛变得有点微妙。那亨突然盯着利亚问：“你没受伤吧？”利亚愣了一下，赶紧回答说自己没事。那亨没再多说什么，只是让他去准备茶水。利亚转身离开，他意识到这个男人已经把城堡里的局势还有大家的底牌全都看穿了。希尔好奇地问：“老师，利亚姐姐怎么了？”那亨一边帮他盖被子，一边随口敷衍过去，说：“只是为了安全起见。”看着希尔抱着泰迪熊躺好，那亨轻声说了句晚安，正打算功成身退，结果希尔一把拽住他的手：“老师，你也得在这睡。”那亨这下愣住了，这剧本不对啊！希尔却不管那么多，死活就是不松手。看来那亨是走不掉了。看着怀里粘人的希尔，那亨心里也在犯嘀咕：这孩子是因为从小没了父亲，还是真的在他身上找到了安全感？看着希尔那副不肯撒手的样子，那亨终究还是没辙了。行吧，就陪你睡这一会儿，等你睡熟了我再走。就在那亨享受片刻安宁时，外面的世界已经变天了。第69位魔王丹塔利安此刻正坐立难安，他怎么也想不通，安德罗马留斯那种级别的家伙竟然会死在希特里手里。难道那个女人的封印已经解开了？莱昂纳德却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希特里肯定是跟第72层联手了，毕竟那把关键的剑还在那边。丹塔利安这下彻底慌了，如果这个推测是真的，那下一个被清理的目标恐怕就是他自己了。军务大臣阿尔瓦斯一脸严肃说：“现在必须做最坏的打算。”他建议立刻给第68层送信，去向德卡拉比亚搬救兵。丹塔利安还有点犹豫，真的要跟那家伙联手吗？阿尔瓦斯反问了一句：“事到如今，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丹塔利安很清楚自己的斤两，论打架，他连死掉的安德罗马留斯都比不过。要是再这么坐以待毙，下一个掉脑袋的肯定是他。别废话了，赶紧去把信准备好。丹塔利安咬着牙下了命令，他断定对方为乐自保，绝对不会拒绝这次联手。就在第69层忙着找盟友时，那亨这边倒是清闲，门外传来了敲门声。女仆轻声提醒：“那亨大人，茶已经准备好了。”利亚推门进来，本来是想送茶，结果看到屋里的景象，他忍不住小声惊呼了一下。看来这两个人真的是累到极限了，竟然就这么睡熟了。那亨靠在床头，希尔抱着小熊缩在他身边，这一大一小睡得比谁都沉。忙活了整整1个星期，地盘和兵力总算分清楚了。希特里虽然嘴上不饶人，但这次办事确实没耍花招。既然已经拿到了魔王城，剩下的财宝他想先挑。那亨倒是很大方，只要分得公平，他根本不在乎这点东西。不过接下来的日子恐怕没那么轻松。那亨特意给他打预防针，就算领地政务再忙，每周也得回来训练一次。毕竟之前的努力绝不能在这里白费。希特里听得有点不耐烦，好歹他也是个魔王，答应过的事就绝对不会食言。这下两人的同盟算是彻底稳了，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希特里前脚刚走，那亨就要面对一堆烂摊子。战后的清理工作多如牛毛，他必须在今晚之前把所有的行动指南写完。就在这时，塞西莉突然推门进来，语气听起来非常为难。他说：“希尔今天的课恐怕得取消了。”那亨心里咯噔一下，赶紧追问出了什么事。结果得到的回复是：希尔发烧病倒了。这下那亨彻底坐不住了，昨天明明还好好的，怎么说病就病了？难道是最近行程太满，还是之前的战争让这孩子的身体透支了？想到这里，他再也没心思管什么指南了。塞西莉赶紧安慰他说：“这只是普通的感冒，小孩子偶尔闹个病很正常，休息1-2天就能好。”那亨这才稍微缓过神来，他坐回椅子上，觉得自己刚才确实有点反应过度，但他心里很清楚，这已经不是什么游戏了，而是真实发生的生活。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打算赶紧处理完手头的工作，好去看看那个小家伙。等他推开房门的时候，怀里还抱着希尔最喜欢的玩偶，问他感觉怎么样了。看到老师出现在门口，希尔原本没精神的小脸一下子就亮了起来。希尔高兴坏了，抱着玩偶一个劲的道谢。希尔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的嘟囔，说老师送的玩偶实在是太多了。站在床边的那亨听得一脸懵，他手里正拿着刚带来的第3个玩偶，怎么这孩子梦里都在嫌多？不过看他睡得这么沉，那亨总算能松一口气。虽然不知道他到底梦见了什么，但只要烧能退下去，比什么都强。那亨伸手试了试温度，烧总算退下去了，看样子明天就能好转。他干脆把办公地点搬到了床边，打算一边守着他一边干活。没想到希尔这时候醒了，小声叫了一声老师。那亨吓了一跳，赶紧道歉说是不是吵到他了。看希尔精神还行，那亨问他感觉怎么样，这孩子第一反应竟然是问老师，你是在担心我吗？那亨笑着摸了摸他的头，那肯定担心啊，
可希尔这孩子也是个卷王，病成这样了，还想看老师手里的文件，那哼直接给拒绝了，说今天唯一的任务就是休息，剩下的明天再说。为了让希尔乖乖睡觉，那哼还使出了杀手锏。他说要是明天还没好，那布丁可就彻底没戏了。一听到布丁2个字，希尔这下是真的老实了。那哼轻声说了句晚安，总算能让他安稳睡个好觉了。凯恩走过来打了个招呼，说上尉那边已经把库存报告送到了。那哼正吃着饭，随口让他把东西拿过来。凯恩看他翻得这么仔细，忍不住问了一句：“您是在找什么特定的东西吗？”那哼点了点头，他确实在找一件宝贝，那是必须从70层回收的关键道具。毕竟在这个世界里，装备就是变强的硬道理。尤其是他现在盯上的这一件，那是他通关了40次才好不容易挖出来的隐藏碎片。谁能想到这种压箱底的好东西，竟然在游戏早期就出现了？那哼盯着报告，语气里透着一股志在必得。他叮嘱凯恩一定要把这件东西弄到手，至于剩下的，让凯恩看着挑几件送给上尉就行。凯恩接过清单，扫了一眼，整个人都愣住了。他忍不住压低声音问那哼：“大人，您确定没勾错吗？”也难怪凯恩会怀疑，清单上被重点标注的竟然是一把来源不明的断剑，连上面的宝石都丢了，怎么看都像是一堆破铜烂铁。但那哼心里比谁都清楚，只要希特里那边点头，这东西他必须立刻带走。等他们真的进了宝库，希尔眼睛都快被亮瞎了，满屋子的极品宝石闪闪发光。这孩子兴奋的满屋子乱跑，觉得哪块石头都好看。那哼却连看都没看那些宝石，他径直走到角落，盯着那个不起眼的盒子，轻声说了句：“没错，就是它。”看希尔一脸好奇的凑过来，那哼赶紧打了个马虎眼，随口把话题给带了过去。毕竟这把剑真正的威力，现在还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光是分走一半就有这么多好东西，看来这次去70层仓库真是赚翻了。那哼说希特里这次特别配合，所以回收过程非常顺利。守卫们一看到希尔，立马恭恭敬敬的敬礼，大声喊他陛下。希尔显然还没适应这种大场面，抱着小熊僵在原地，好半天才结结巴巴的回了句辛苦了。不过那哼最关心的还是那件点名要带回来的宝贝。守卫小心翼翼地打开箱子，请他亲自过目。那哼看了一眼，没错，就是这把剑，这就是传说中的血泪之剑。只要往剑柄的红宝石里注入魔力，整把剑就像在流血泪一样。这名字听着就够霸气。这把剑在游戏里可是个顶级外挂，只要装备上它，成长速度直接翻5倍。虽然不知道现实里效果如何，但绝对是个宝贝。它不仅是前期攻击力最高的武器，还能让使用者学会特殊魔法，简直强的离谱。希尔凑过来，好奇地问：“老师，这是什么啊？”那哼笑了笑说：“这是给希尔的礼物。”希尔一脸纳闷，可这把剑明明是断的呀。那哼倒是一点都不担心，他说：“没关系，自己知道剩下的碎片和宝石在哪，只要找齐了就能修好。”希尔歪着头问：“那修好之后会变成什么样？”那哼逗他说：“会变得闪闪发光，特别漂亮。”一听这话，希尔整个人都兴奋起来了，满脑子都是亮晶晶的样子。林埃尔拉扎问：“要不要去请个铁匠过来？”那哼摆摆手说：“没那个必要，这把剑可不是普通铁匠能碰的，没有金刚钻就别揽这瓷器活，还是先去清点库存吧。”趁着那哼和林埃尔拉扎忙着分物资，希尔早就被旁边的宝贝吸引了，满屋子的宝石亮晶晶的，这孩子看哪个都觉得漂亮，根本挪不开眼。那哼一边交代把这些东西都搬到军械库去，一边仔细核对着清单。虽然嘴上说着要分给士兵，但他心里显然已经有了数，真正的计划才刚刚要开始。那哼看着满屋子的宝贝，问希尔有没有看上的。希尔显得有点局促，小声说自己不用了。那哼笑着安慰他：“别客气，这里的一切本来就是你的，想要什么尽管拿。”希尔犹豫了一下，最后指了指那个镶满红宝石的皇冠，说想要这个。那哼看着那个皇冠，心里忍不住感叹，到底是魔王的后代，就算什么都不记得，骨子里对权力的直觉还是骗不了人。等希尔选完东西，那哼带他来到了第70层的废弃矿井。希尔看着黑漆漆的洞口，问老师为什么要来这种地方。那哼解释说，修好那把剑需要的碎片就藏在这个矿井的最深处。虽然这里像个迷宫一样，但那哼早就把地图背得滚瓜烂熟，对他来说这些岔路根本不是问题。那哼带着希尔终于来到了矿井深处，希尔看着周围空荡荡的，纳闷地问：“老师，这里真的有宝贝吗？”那哼倒是很有信心，说自己马上就能找到。他在乱石堆里翻了半天，嘴里还念叨着应该就在这附近。果然，那哼从石头缝里抠出一块发着红光的碎片。希尔凑过去一看，满脸写着不相信。他指着那块碎片问：“这真的是那把剑吗？看着就像块破石头啊。”那哼神秘地笑了笑，说：“现在还没弄完呢，现在只剩下最关键的部分了。”他伸手按在石壁上，随着一阵剧烈的震动，最后一道关卡终于出现在眼前。那哼招呼希尔过来，希尔看着那扇阴森森的巨大石门，小声问：“老师，我们是要穿过这扇门吗？”那哼一把将希尔抱了起来，轻声说：“差不多吧，接下来的路我抱着你走。”守门的石像鬼刚露面，还挺敬业的，喊着不准通过。结果那哼根本没理这茬，反而把他当成了稀有动物，让希尔趁着没灭绝赶紧多看2眼。希尔也是心大，一脸兴奋的感叹：“老师快看，这块大石头居然会说话！”石像鬼被这俩人整懵了，刚想问问那哼到底是什么来头，那哼直接让他闭嘴，别打断他给学生上课。紧接着，一股恐怖的威压瞬间炸开，那哼的眼神冷得吓人，仿佛只要对方再多说一个字，下一秒就会变成碎石。
刚才还威风凛凛的石像鬼，这下彻底老实了，直接一个大礼跪在地上，哭喊着要给大佬带路。希尔在旁边都看傻了，这石头的变脸速度是不是有点太快了？那哼觉得这大石头留着看大门，确实还挺方便。他吩咐石像鬼在门口守好了，自己抱着希尔走进了密室。密室正中央，一颗红色的宝石正散发着强光。希尔哪见过这阵仗，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叹。那哼倒是很淡定，他拿出之前收集到的断剑残片，轻轻放在了宝石面前。随着他的一声令下，宝石和断剑之间产生了剧烈的共鸣，整间屋子瞬间被红光吞没。看着眼前这把散发着红光的宝剑，那哼笑着问希尔：“觉得这把剑怎么样？”希尔眼睛都看直了，由衷的感叹这把剑真漂亮。可他万万没想到，那哼下一秒就说这把剑是送给他的。希尔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抱着小熊反复确认，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开心的大喊：“谢谢老师！这可不是什么普通的玩具，看看这华丽的属性面板。”攻击加成直接拉满，还有各种逆天的特殊效果，这哪里是送礼物，这分明是直接给希尔塞了一套顶级神装。希尔兴奋地显摆着新礼物，凯恩却一脸纳闷，怎么送个小女孩一把剑？那哼倒是觉得是时候让她开始练剑了，但这只是个开始。凯恩回头一看，整个人都愣住了，那哼竟然还带回来一个体型巨大的石像鬼，这么个大家伙竟然不是用来守魔王城的。那哼冷笑着说，他有更重要的任务，就是专门对付那些讨厌的人类。那哼对这个大家伙可没耐心，直接放了狠话，要是敢偷懒，随时把你处理掉。但这还不是最要紧的，凯恩带回了一个情报，丹塔利安竟然和别人联手了，这白明了是要搞事情。两个魔王要是真结了盟，局面可就不好收拾了。那哼却冷笑了一下，看来他心里已经有了主意。丹塔利安这块硬骨头可不好啃。那哼心里很清楚，对方不仅实力强，脑子也够用，但他已经找到了对方的命门，那就是商人们最看重的信任。凯恩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这么多年的交情和信誉，怎么可能说没就没？那哼却一点都不焦急，他压根没打算一口吃个胖子。这会是一场长达5年的博弈，一边培养希尔增强自己的底气，一边慢慢从内部瓦解对方的根基。毕竟这套玩死对手的套路，他在游戏里早就练得炉火纯青了。那哼语出惊人，说要直接下场当竞争对手。凯恩听得一头雾水，但这生意不打算明着做，而是要在第70层悄悄铺开。凯恩第一反应就是，难道又要利用希特里大人？那哼纠正道，这叫合作。他手里握着的筹码，足以让那位魔王心甘情愿的入伙。到底是什么宝贝，能让那些精明的商人发疯？那哼露出了志在必得的笑容。他要卖的东西，整个魔界压根见都没见过。很快，一个神秘的传闻就开始在私底下传开了。在圣王国的边境小城，一个惊人的消息正转得满天飞。据说魔界的守卫全都撤走了，现在的魔界就像一个没锁门的宝库。这群冒险者已经听得眼发红，在他们眼里，那些凶残的魔物现在全变成了亮闪闪的金币。只要胆子大，这一趟就能彻底翻身。公羊部落的脚最近可是天价，既然没人守着，那不就跟捡钱一样？几个人一合计，连夜就准备动身，生怕去晚了连汤都喝不上。可等他们到了城门口，才发现全城的人好像都疯了，密密麻麻的队伍全是冲着魔界去的。谁能想到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其实是那哼亲手给他们挖好的大坑。就在这帮人准备出发的时候，肩膀突然被人死死按住。来的人语气很客气，但话里的意思却没打算给他们留退路。对方显然听到了公羊部落的消息，非要跟着一起去。戴恩回头一看，整个人直接僵在原地。对方那枚闪亮的肩章，明摆着告诉所有人，这两个是不折不扣的 A 级冒险者。这种级别的硬茬子，根本不是他们能惹得起的。卢克心里很清楚，要是现在敢说一个不字，他们几个恐怕连这城门都出不去。既然没得选，那就只能认怂。李库倒是笑得很开心，只夸这帮年轻人确实够识相。原本的寻宝小队，这下变成了强行组队。但这趟魔界之行，到底是去发财，还是去给大佬当炮灰，谁心里也没个底。有人觉得这是翻身的好机会，拼了命地想往魔界里钻，可他们根本不知道，最近进去的那批冒险者，其实一个都没有回来。李库带着队伍已经翻过了山头，虽然一路上连个守卫都没见着，但他总觉得事情透着诡异。那些原本驻守在这里的魔物，简直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李库随口提了一句：“难道这层已经被放弃了？”戴恩听得一脸懵。李库解释说，传闻魔界像塔一样，每一层都是完全不同的世界。就在这时，负责侦查的妹子突然示意全体隐蔽。就在不远处的岩石后面，一个公羊部落的成员出现了。李库盯着前方的目标，确定这就是传说中的正主。他慢慢握紧了背后的大斧。既然猎物已经露头，那这场狩猎就要正式开始了。猎物还没到手，李库就先翻脸了。他提议公羊最值钱的角归他，剩下的留给卢克这帮人。卢克一听，差点没忍住。谁都知道公羊身上就那对角值钱，这哪是提议，这分明是明抢。旁边的梅丽莎突然给李库加了圣光，语气温柔，却透着一股杀气。他说：“卢克呀，你还年轻，想活着回家的话，最好听李库的话。”看着眼前浑身冒光的 A 级大佬，卢克心里彻底明白了。从这两人主动要求组队开始，这就是个早就设好的局。三个普通冒险者怎么可能打得过有神力加持的硬茬子？这根本不是选不选择的问题，而是活不活得下去的问题。卢克只能咬牙答应，但他提了个条件，既然拿了大头，那接下来的战斗里库的一个人扛。李库听完只是冷笑了一声，他压根就没打算让这帮菜鸟插手。
就在李库准备动手的时候，脚下的地面突然剧烈晃动起来，这动静简直像是要把山给拆了。戴恩被震得根本站不稳，扯着嗓子大喊是不是地震了。卢克拼命确认大家的情况，场面一下子乱成了一锅粥。李库扶着大斧，满脸都是晦气，他根本不在乎什么地震不地震，他只担心这么一闹，那些值钱的公羊肯定全被吓跑了。但他还没来得及骂出声，一个阴冷的声音就在头顶炸开，对方说：“终于找到你们了，这最后的一群小老鼠。”这下谁都笑不出来了，原来消失的守卫并不是逃走了，而是在这里等着他们。谁能想到刚才还威风八面的李库，这会儿竟然直接愣住了，他死死盯着眼前的怪物，嘴里蹦出3个字：石像鬼。这下所有人心里都清楚，他们这是踢到铁板了。有人扯着嗓子大喊：“赶紧跑！要是再晚一步，谁都活不了！”卢克还想伸手拉一把李库，可戴恩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他大喊着：“别管李库了，现在保命才是最重要的！”可就在逃命的节骨眼上，负责侦查的埃里却定在原地，任凭戴恩怎么拽都拽不动。他嘴里只是反复念叨着：“守护者，真正的幕后大佬已经现身了。”林埃尔拉扎就在一旁冷冷地看着，下属低声请示：“接下来该怎么办？”看来这场所谓的狩猎，从一开始猎物就是这群冒险者。林埃尔拉扎眼神冰冷，他下达了最后的死命令，不是格杀勿论，而是要把所有人全部活捉。这下轮到卢克猛了，眼看着同伴一个个被关进笼子，他怎么也想不通，这些残暴的魔族竟然不杀人，这到底是为什么？难道还有比死亡更可怕的下场？纳亨坐在办公室里，听着这一阶段的战果汇报。短短1个月，已经抓了276个人，这些活生生的人竟然被当成货物，整整齐齐地码在仓库里。纳亨却还是不满意，他随口回了一句：“还是太少了。”听这口气，简直像是在冲业绩。林埃尔拉扎忍不住感叹，本以为连接人类世界是种弱点，没想到纳亨竟然反过来把人类当成了狩猎的目标。纳亨淡淡的解释，这全靠71层的那个盟约。为了一个所谓的完美结局，纳亨已经完全不择手段了。在他眼里，那些人类连路边的虫子都比不上，讲仁慈纯粹是浪费时间。林埃尔拉扎却带来了一个麻烦，虽然拿守卫当诱饵很成功，但72层的原住民们已经开始对这些人类感到不安了。纳亨听完陷入了沉思，如果引起了领地民愤，那这买卖就不划算了。更何况最近抓到的人数确实也在不断往下掉，既然现在的办法行不通，那就彻底改变计划。纳亨突然问林埃尔拉扎认不认识擅长调整的高手。林埃尔拉扎很快给出了答案，能操纵人类精神敌确实有不少。纳亨嘴角微微上扬，既然抓捕太费劲，那就换个更狠的招数，让他们以后哭着喊着想再回来。这下事情彻底变质了，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狩猎，而是一场针对灵魂的收割。现在的索特城已经彻底炸开了锅，失踪人数已经超过了200个。可即便事情闹得这么大，通往魔界的传送门竟然还没关。冒险者工会里吵得不可开交，工会为了保命封锁了任务，可那些靠赏金吃饭的高级冒险者根本不买账，嚷嚷着要饿肚子了。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工会的大门突然被人撞开了，一个狼狈的身影跌跌撞撞闯了进来，嘴里还在拼命喊着救命。所有人定睛一看，这不就是消失了好久的卢克吗？他看起来像是刚从鬼门关回来，一开口就扔下了一枚重磅炸弹。他说自己刚从魔界逃出来，那些失踪的同伴根本就没死，而是全都被魔界的守护者给活捉了。这下整个工会瞬间没声了。卢克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在柜台前歇斯底里的求救。他说同伴还在魔界受苦，必须马上派人去救他们。索特城的大佬终于露面了 ，S 级工会会长阿德尔伯格迈着沉重的步子走了出来，他并没有急着下令救人，反而盯着卢克问了一个关键：魔族为什么要费劲活捉人类？卢克眼神躲闪，推脱说自己当时只顾着逃命，根本没心思去调查这些。会长却冷笑了一声，一个只有 C 级的冒险者，凭什么能从魔界全身而退？这根本就不符合逻辑。他慢慢凑近卢克，语气变得异常冰冷。他说卢克的心跳声听起来简直和骗子一模一样。这下有意思了，会长的直觉简直准得可怕。他发现卢克的心跳竟然瞬间变得异常平稳，就像是被人强行按下了开关。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恶臭，那是属于魔族的肮脏气味。会长直接把话挑明了：你已经被魔族洗脑了吧？谁能想到卢克听完竟然也不打算再装下去了，他冷笑着夸奖会长的眼力，不愧是传说中的 S 级。话音刚落，局面瞬间失控，卢克竟然直接拔剑相向，这哪里是回来求救的幸存者？这一剑实在太快了，工会会长到底能不能躲开？这一场闹剧终于收场了，会长随手处理掉了麻烦，他马上转头下令，让安吉拉去通知所有工会，绝对别再踏进魔界部。他打算彻底封死传送门，不管谁有意见都没用。可就在他准备收工的时候，一个传令兵突然冲了进来，出大事了！会长的警告还是晚了一步，其他地区的工会现在已经彻底炸开了锅。北方联盟的那些狠角色根本不打算坐以待毙，他们已经集结好了人马，叫嚣着要直接杀进魔界，把魔族的脑袋全拧下来。这下局面彻底失控了。在俾斯麦帝国的首都，这帮冒险者也坐不住了，他们根本不想落后，生怕所有的好处都被北方联盟抢个精光。而在费利克斯圣王国，口号喊得比谁都响，这帮狂热的信徒打着神的旗号，发誓要让魔族血债血偿。时间回到几天前，纳亨早就布好了局，利用那些被洗脑的傀儡，要把冒险者们一网打尽。但他特别交代，要把索特城留在最后处理，因为那里坐镇着一个狠角色，顶尖刺客阿德尔伯格。为了对付这个变数，纳亨故意留了一手，就是要让他根本来不及反应。
结果不出所料，看着漫山遍野涌进来的冒险者，巴鲁纳彻底服了。只要是那亨大人的计划，就绝对不会失手。这下人类世界真的要变天了。越是深入接触，就越能感觉到那亨的恐怖。为了让计划万无一失，第4军团已经全员集结。副官下达了死命令，不只要赢，还要用魔网把这群人全部活捉。原本晴朗的天空瞬间被巨大的阴影遮蔽，还没等底下的冒险者反应过来，一尊遮天蔽日的石像鬼已经死死锁定了他们。这下谁都跑不掉了。石像鬼这一落地，直接把人类的阵型给踩碎了。巴鲁纳看准机会，立马下令开火。这可不是普通的大炮，而是专门用来抓人的魔网炮。漫天大网落下来的时候，那群冒险者还没当回事，觉得随手就能撕烂，结果一上手才发现这玩意儿是用巨型蜘蛛丝做的，越挣扎缠得越紧，这下全成了瓮中之鳖，一个都跑不掉。就在局面一边倒的时候，人类阵营里杀出了个狠角色 ，Triple A 级十字军约瑟夫。他这一剑下去，竟然硬生生挡住了石像鬼的攻势。约瑟夫大喊着：“跟我冲出去！”看着这股反扑的劲头，巴鲁纳意识到，光靠石像鬼恐怕是拦不住了。林埃尔拉扎也看出了端倪，提议先清理掉周围的杂鱼。林埃尔拉扎主动请缨，让巴鲁纳把剩下的交给自己。阿修罗族的战士也带着紫火登场，他发誓这次绝不会重蹈覆辙。约瑟夫还没反应过来，局势就瞬间失控。阿修罗战士冷冷地看着这一切，在他眼里，这些打乱计划的家伙全都是没用的废物。看着人类丢盔弃甲的样子，阿修罗战士冷笑着说：“想活命就拼命跑吧，反正你们一个也跑不掉。”在他眼里，这场战斗已经变成了猫捉老鼠，先陪他们玩玩，最后再全部抓起来，战局很快就定下了。纳亨对这次的战果非常满意，伤亡极小，收益却高得惊人，这波简直赚翻了。林埃尔拉扎在一旁搭话，说这都是纳亨大人的计划好。纳亨却很清楚，计划再完美，也得靠底下的人执行到位。仗打完了，纳亨对这次带队的2个新人表现还算满意，简单交代了几句收尾的工作，就转身离开了。回到房间，希尔正悠闲地吃着布丁，看来这里的气氛跟外面的战场完全是2个世界。纳亨叫来凯恩，接下来的计划才是重头戏。他要求把消息放给魔界的商人，并且只要200个最值钱的俘虏，至于剩下的那些人，纳亨摆摆手，全部放回去。凯恩这下彻底听懵了，费了这么大劲抓来的人，居然要白白放走，这买卖怎么看都亏到家了。难道说纳亨是想跟人类谈判，还是说他在放长线钓大鱼？凯恩赶紧劝阻，他觉得现在去招惹人类实在是有点操之过急，毕竟对方手里还有几块硬骨头，不管是圣教国还是帝国，每一个听起来都不好惹，真要打起来，魔族现在的胜算并不大。纳亨却不这么想，他承认这些人类很麻烦，但如果因为害怕就躲着，那才是真的走错了棋。他断定这些国家现在根本出不了兵。希尔听得一头雾水，既然对方这么强，为什么现在不敢打过来？纳亨指出了关键，是人类先入侵了魔界，这个责任必须由那些俘虏来背，只要抓住了这个把柄，主动权就永远在魔族手里。纳亨这招简直是阳谋，他算准了那些人类国王根本不敢拒绝交钱赎人，否则就会彻底失去民心。希尔还是太单纯了，他不明白这有什么大不了的。纳亨耐心地教导他，对于一个统治者来说，权力和名望才是最重要的东西，一定要时刻记在心里。凯恩终于领会了意图，他转身去挑选那200个身价最高的商品。紧接着，纳亨又下了一道命令，他要找最好的铁匠去复刻人类的发明。希尔一脸好奇，学人类的东西真的能卖钱吗？纳亨只是神秘地笑了笑，大概吧。看来他的野心远不只是抓几个俘虏那么简单。俾斯麦帝国的皇帝此时正一脸不屑，他怎么也没想到这辈子居然会被一群魔族勒索。在他眼里，魔界不过是冒险者的游乐场。可现在事情显然起了变化，大臣们甚至开始担心魔族是不是有了吞并人类世界的野心。皇帝问起赎金的数额，大臣报出的数字让他吃了一惊：50公斤黄金，200公斤白银，甚至还要2吨铁矿石。这简直是狮子大开口。皇帝第一反应就是要出兵教训他们，但埃伯特侯爵却给出了相反的建议。为了保住名声，必须答应对方，因为这次是冒险者公会先动的手，人类根本不占理。这下皇帝彻底被架住了，给钱还是丢脸，他必须马上做出选择。皇帝克劳德还是不服气，在他看来，对付魔族这种怪物根本不需要讲什么道理，但埃伯特侯爵却看得很透，正因为对方是魔族，才更让人摸不清底细。这次派出去的可是 A 级冒险者，那都是能跟正规骑士掰手腕的高手，结果呢，居然全军覆没，连一个逃出来的都没有。皇帝气得猛拍桌子，堂堂帝国难道还要向魔族低头？侯爵的一句话让他彻底哑火，如果不救人消息传出去，皇帝的名声就彻底臭了。没办法，克劳德只能咬牙答应，这笔钱帝国出了，但他同时也下达了死命令，必须盯死魔族的一举一动，这笔账迟早要算回来。凯恩带回了关键情报，帝国圣王国还有北方联盟这些人类的大势力已经全部同意参加谈判。纳亨听完只是淡淡一笑，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他让凯恩明天一早就把俘虏带到传送阵去，那是他早就定好的交易地点。但纳亨的耐心也是有限的，他给人类使者留了一句死命令，如果这周之内还没谈妥，剩下的那些俘虏就直接处理掉吧。这下压力全给到了人类那一边。魔界各层的顶尖工匠今天全都被秘密召集到了这里，大家都在私下嘀咕，魔王大人到底要干什么？就在这时，正主出现了，希特里带着希尔
和那亨在众人的注视下缓缓走上高台。工匠们顿时议论纷纷，这两位大人物怎么会在一起？而且那个被称为希尔老师的男人居然也跟在后面。希特里没有多废话，他直接示意众人看向高台的一侧，随着遮盖布被掀开，一排排精良的武器瞬间露出了真容。这下所有的工匠都炸锅了，这些见多识广的老师傅一个个全都愣在原地，他们甚至不敢相信这种级别的极品装备到底是从哪儿弄来的，这工艺，这成色，简直是闻所未闻的杰作。今天真是让他们开眼界了，这些剑全是从人类手里抢过来的战利品，魔族的工匠们却一脸嫌弃，觉得看一眼都是在脏自己的眼睛。希特里却在这个时候给他们下达了一个离谱的任务，不仅要仔细研究这些剑，还要完美复刻出来。工匠们彻底听傻了，这意思难道是说堂堂魔族的手艺竟然还不如那些人类？那亨拿着2把剑走了过来，说话是一点面子都不给。既然你们已经听懂了，那就赶紧动起来吧，别再浪费时间和材料去制造那些没用的垃圾了。这话一出，现场直接炸了锅，工匠们气得直跳脚。就算你是希尔的老师，也不能这么侮辱人吧？那亨却表现得非常淡定，他只是说了句实话，魔族的武器确实不行。那亨问了现场工匠一个最扎心的问题，如果用你们的作品去和人类的剑硬碰硬，你们觉得哪一把会先断？全场瞬间没声了，这些脾气火爆的老师傅这下谁也不敢接话。那亨接着把压力拉满，他并不是要大家去模仿，而是要彻底分析人类的技术，然后用魔族的方式去超越。毕竟谁也不想在自己最瞧不起的人类面前彻底认栽吧。就在大家都犹豫的时候，一个叫杜姆格里克的工匠竟然站了出来，他决定接受这个挑战，看看到底谁才是真正的锻造大师。杜姆格里克虽然接了活，但他也直说这种高端工艺分析起来肯定得花不少时间。那亨倒是很大方，只要能出成果，时间和资源绝对管够。接着他转过头向希特里和希尔提议，干脆就让这个哥布林来当这次项目的负责人。两位魔王也是爽快人，当场就拍板同意了。那亨随手掏出一枚徽章，直接塞到了杜姆格里克手里，从现在起这里的工匠全都得听你指挥。这下现场可炸了营了，几个老资历的工匠心里100个不服气，觉得那亨实在是太偏心，他们吵吵闹闹地想要搞什么民主投票，还觉得自己经验更丰富。那亨眼神一冷，只用2个字就让全场彻底没声了：闭嘴。在他看来，真正的领袖是那种敢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扛起责任的人，而那些只会躲在后面谈论资历却没胆量挑战的人，根本没资格谈什么领导力。看着那亨的反应，刚才还叫嚣的几个人这下连大气都不敢喘，赶紧往后退了几步。那亨最后丢下一句话，谁要是敢不听杜姆格里克的，就等于是在违抗魔王的命令。这下谁该听谁的，大家应该都拎得清了。那亨根本没打算跟这群人讲道理，他直接丢下一句狠话，谁敢不听话立刻处决。刚才还吵个不停的工匠们这下彻底认怂了，二话不说齐刷刷跪倒在地，他们卑微的表示一定会绝对服从魔王大人的每一个指令。看来在绝对的强权面前，所有的资历和借口全都是废话，这场武器复刻计划终于没人敢再有异议了。希特里这次立了大功，正眼巴巴等着被夸呢，结果那亨根本不理他，只顾着夸奖希尔。这下魔王大人直接炸毛了，非要那亨补上一句夸奖，这待遇差别也太大了。玩笑归玩笑，正事还是得谈。那亨打算借用希特里的名号作为掩护，把生意做大。希特里只需要挂个名，就能坐着收钱拿装备，听起来确实是个好买卖。结果一谈到分钱，希特里直接狮子大开口，张口就要拿走一半。那亨这下彻底无语了，直呼他是奸商，这买卖还没开始，眼看就要谈崩了。眼看那亨要掀桌子，希特里赶紧大放血，主动把分成降到了10%。结果那亨还是不满意，直接拿武器供应来威胁。这下希特里彻底被拿捏了，为了能拿到那批顶级装备，他只能再次让步，只要能保住武器，分成好商量。最后成交价定在5%，虽然听着像是在打白工，但那亨拍着胸脯保证，只要生意做大，这绝对是一笔天文数字。希特里虽然签了合同，但心里还是直打鼓。人类的武器真能复刻出来吗？那亨却一脸淡定，毕竟这可是游戏里的神级配置，在他眼里这根本不是技术问题，只是想不想做的问题。真正的降维打击现在才要开始。那亨一针见血地指出，魔族现在的武装水平已经完全跟不上人类了，想要改变现状，就必须接受他的提议。希特里听完觉得很有道理，甚至还感到一丝庆幸。那亨顺势递上合同，还故意说如果不放心，现在反悔也来得及。这种白捡的好事，希特里怎么可能放过？结果合同刚一到手，那亨的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这世上哪有免费的午餐？那亨给出的那些利润，其实都是希特里的风险费，因为一旦生意搞砸了，名誉扫地的只会是魔王本人。说白了，那亨是拿希特里的名声在做赌注，自己却躲在后面稳赚不赔。希特里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这是彻底掉进坑里了。那亨冷笑着说，既然希特里签了字，那接下来的代价他就必须得受着。阴暗潮湿的地牢里，到处都是绝望的叹息声，大家都在担心能不能活着离开这个鬼地方。守卫可不管这么多，粗鲁的拽起囚犯就往外走，根本不理会他们的挣扎。就在所有人彻底绝望时，那亨竟然出现在了地牢，他直接叫住了守卫，目光锁定在2个年轻人身上，语气平静地问，你们叫什么名字？埃里和戴恩愣住了，只能老老实实报上姓名。那亨突然问起一个叫卢克的人，这话一出，2个孩子当场就炸毛了。在他们看来，这简直是杀人诛心的嘲讽，因为卢克
就是被这群人抓走的。纳亨听完反而笑了，看来情报终于对上号了。他立刻让凯恩拿来纸笔，准备当场露一手。谁能想到纳亨随手画出的画像竟然和卢克长得一模一样，两个孩子彻底看傻了，完全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认识卢克。纳亨转头看向凯恩，询问之前的行动里有没有这个人。凯恩犹豫了一下，点头承认卢克确实被送往了索特城。纳亨忍不住笑出了声，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他吩咐手下，等会儿把那两个孩子带到办公室。按照这个世界的设定，一旦人类的敌对值被拉满，就会出现3位实力强悍的英雄，而其中最让他忌惮的正是这位剑之英雄卢克。纳亨心里已经有了算盘，根本不需要自己亲自动手，就能除掉这个心头大患。这种借刀杀人的机会可不多见。就在他盘算计划的时候，门外传来了敲门声，那两个关键的筹码已经被带到了面前。纳亨盯着眼前的两个孩子，心里已经乐开了花。这两人可是未来英雄的左膀右臂，潜力简直强得离谱。要是真当成奴隶卖了，那才是暴殄天物。他直接开门见山，让这两个孩子以后跟着他干。纳亨心里很清楚，把人类留在魔王希特里身边，只会招来没完没了的麻烦，所以这个恶人只能由他自己来当。纳亨直接走到孩子们面前，给出了一个2选1的难题，要么为他效力，要么滚回地牢等死。戴恩还想打听回地牢的下场，纳亨冷笑着告诉他，要么被卖掉受尽折磨，要么就去陪那个卢克。现在的局面已经由不得他们说不。纳亨一开口就扔了个炸弹，卢克已经死了。这话让两个孩子当场定住。戴恩根本不敢相信，明明是这群魔族把人抓走的，现在居然说人没了。纳亨却一脸淡定的开始甩锅，他说人确实是他们抓的，但动手的却是索特城的工会会长，他只是派卢克去跑个腿，结果卢克却死在了自己人手里。这番话真假难辨，但纳亨根本不在乎他们信不信，他再次给出最后通牒，是跟着他干，还是回地牢等死。戴恩还在纠结魔族的身份，可旁边的埃里却突然倒戈，他决定接受这个提议，毕竟纳亨不仅答应让他们活命，甚至还承诺会给报酬。戴恩觉得埃里一定是疯了，竟然会相信魔族的鬼话，可埃里的一句话却让他彻底哑口无言。在这个崩坏的世界里，魔族和人类到底又有什么区别呢？埃里这番话字字扎心，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没钱没势就只能被踩在脚下。他受够了那种被轻视的日子，只要能活下去，哪怕是跟恶魔做交易，他也绝对不会放过任何机会。看着同伴已经豁出去了，戴恩也只能低头认命，只要纳亨能兑现承诺，让他做什么都行。可纳亨根本没打算给他们好脸色，他丢下一句冷冰冰的话，去训练吧，因为现在的你们在我眼里跟废物没什么区别。纳亨直接下了死命令，给那两个孩子3年时间，要是证明不了自己的价值，那就别想看到以后的太阳了。处理完那2个小的，他转头就开始教希尔练剑。虽然是半路出家，但这具身体原主人的底子还在，教个基础还是绰绰有余的。可刚要开始，麻烦就来了，练剑必须得双手握柄，这就意味着希尔必须放下他那个宝贝疙瘩，也就是那只泰迪熊。纳亨心里很清楚，那只熊是他父亲留下的唯一遗物，想让他放手简直比登天还难。他甚至已经做好了今天这颗练不成的打算。可谁也没想到，希尔只是犹豫了一下，就乖乖把熊放在了椅子上。看来在这个孩子心里，对纳亨的信任已经超过了对过去的执念。希尔安顿好心爱的泰迪熊，正式开始了他的第1堂剑术课。纳亨先从最基础的姿势教起，让他试着握住那把沉重的长剑。可接下来的画面却让内亨直接愣住了。希尔第一次拿剑，动作竟然标准的无可挑剔，那把巨大的血泪之剑在他手里轻的就像玩具一样。纳亨忍不住问他，以前是不是偷偷练过？希尔却一脸兴奋地说，这是他人生中第1次摸剑。看来魔王的天赋真不是盖的，这种潜力简直是老天爷赏饭吃。既然基础已经没问题了，纳亨决定直接进入正题，教他剑法中最关键的一招。他让希尔看仔细了，因为这一剑下去才是真正实力的体现。纳亨演示完这一招，问希尔看清楚没有，现在轮到他上场了。希尔兴奋的不行，大声答应着就要动手。谁也没想到，这孩子刚一举起剑，身后的气场就完全变了。这一剑挥出去，简直要把整个训练场给拆了。纳亨直接看傻了，这把血泪之剑的威力跟记忆里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全属性直接翻了5倍，这哪里是练剑，这简直是在开挂。希尔收起剑，还一脸天真的问，老师我做的对吗？纳亨半天才憋出一句话，做的简直太好了。看着被拆了一半的训练场，纳亨赶紧叫停了今天的课，这哪是练剑，简直是拆迁。他当场拍板，以后必须得换成木剑练习。可还没等他缓过神来，希尔突然话锋一转，语气变得有些冰冷。他说城堡里好像进来了几个不速之客，而且带头的还是个女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纳亨赶紧解释，那些孩子只是打杂的，根本不是什么徒弟，他这辈子只打算教希尔一个人。希尔可没那么好糊弄，直接拆穿他还在教希特里。纳亨只能耐心解释，那只是为了铺路的交易，全都是为了他的未来。听到这个承诺，希尔终于露出了笑脸，只要能独占这位老师，他就心满意足了。可温馨的气氛还没维持多久，凯恩就凑了过来，低声说了一个重要的消息，希尔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纳亨突然一脸愁容，说自己心里有个坎。希特里听得直翻白眼，觉得他这人真会杀风景。纳亨可没心思开玩笑，他严肃地警告对方，接下来的话非常重要，千万别随便打岔。希特里还以为出了大事，甚至开始盘算，要是内亨跟希尔闹掰了，自己正好能趁虚而入。
结果那哼憋了半天，竟然是为了希尔的生日，他在发愁该送什么礼物。这下轮到希特里无语了，搞了半天就为了这点小事，这反差让希特里彻底没话讲。但真正的难题才刚刚开始，那哼直接把话挑明，他绝对不会离开这里，让希特里趁早死了这条心。现在最要紧的是给希尔准备一份大礼。希特里随口列了一堆，什么洋娃娃、布丁蛋糕，但这些东西太普通了。那哼想要的是那种能让好感度直接拉满的礼物。希特里出了个主意，女孩子都喜欢亮晶晶的东西，比如仓库里那个大皇冠。虽然希尔现在戴着太大了，但只要找各工匠改一改，不就成了独一无二的宝贝？那哼难得点了点头，觉得这主意还算靠谱。看来这次真的要给希尔一个大惊喜了。希特里还在旁边说个不停，那哼却一个字都没听进去。他满脑子都在盘算，怎么才能神不知鬼不觉的把希尔房间里的皇冠偷出来。为了确保计划万无一失，他特意找来塞西莉当内应，确认希尔正躲在餐厅吃布丁，这可是动手的最好时机。两人鬼鬼祟祟来到门口，那哼刚把手搭在门把上，心里正得意着波纹了，结果下一秒房门竟然自己开了。希尔像个小炮弹一样冲出来，对着那哼大喊老师。这下场面一度非常尴尬，说好的在餐厅吃布丁呢？希尔说他早就感觉到老师要过来了。这下那哼彻底没招了，没想到这孩子的感应力这么强，连魔力的气息都能抓得住。旁边的塞西莉更是心虚，觉得肯定是他拖了后腿，才差点让潜入计划当场泡汤。面对希尔好奇的眼神，那哼只能硬着头皮开始胡扯。他说今天天气实在太好，想带希尔出去散散步。这借口找的虽然有点烂，但好在希尔心思单纯，竟然高高兴兴的答应了。趁着希尔去拿外套的功夫，那哼赶紧给塞西莉使了个眼色，接下来的任务就全靠他了，只要能把希尔支开，偷皇冠的计划就还有戏。两人坐在长椅上看月亮，那哼试探着问他喜不喜欢那些亮晶晶的小玩意。听到希尔肯定的回答，他心里总算踏实了。看来这次费尽心思去改皇冠，绝对是个正确的决定。只要这份惊喜能顺利送出，之前冒的险就都值了。那哼这波演技直接拉满，他一脸严肃地叮嘱希尔，以后身体不舒服千万别硬撑，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老师。这语气听着简直比亲爹还亲。那哼顺势摸了摸他的头，语重心长地告诉他，休息和学习同样重要。看着希尔那副天真烂漫的样子，他心里难免有些感慨，这孩子真是单纯的让人心疼。希尔哪见过这阵仗，抱着泰迪熊感动的不行，直说他最喜欢老师了，只要能跟着老师学习，这点辛苦根本不算什么。就在这时，那哼眼角的余光扫向窗户，塞西莉已经打出了任务完成的信号，看来那个大皇冠现在已经顺利到手了。既然目的已经达到，那哼也就不打算在外面吹冷风了。他语气轻松的提议回屋，希尔还沉浸在被关心的喜悦里，完全不知道他的宝贝皇冠早就已经被人给调包了。那哼直接来到70层的铁匠铺，找到了老熟人铁匠。他这次带来的任务可不简单，要把那顶华丽的皇冠改小一圈，而且要求外观必须一模一样，不能看出任何改动的痕迹。铁匠一听就压力山大，那哼还特意强调，这可是瞒着希特里的秘密行动，必须在1周之内彻底完工。看来为了准备这份惊喜，那哼真是费了不少心思。正式交代完，那哼又问起了另一项神秘研究。铁匠有些不好意思的解释，虽然没日没夜的赶工出了原型，但现在的成品还远没达到能见人的程度。那哼倒是表现得很宽容，只要最后能把东西做成，多等一段时间也没关系。铁匠赶紧低头保证，绝对不会辜负这份信任。看来除了这顶皇冠，那哼手里还攥着更大的底牌。那哼这会儿心情正美呢，希尔的生日礼物总算有了着落，接下来只要把派对办好，这趟差事就算圆满完成了。谁知道还没等他松口气，走廊尽头突然传来一阵惨叫，这声音听得那哼心里咯噔一下，赶紧推门冲了进去。只见屋里早就乱成了一锅粥，塞西莉和莉亚围在旁边，正对着大哭不止的希尔手忙脚乱，这场面简直就是带娃修罗场。莉亚端着布丁好一顿哄，说老师只是出去办点事，马上就会回来陪他。可希尔这会儿根本听不进去，扯着嗓子喊了一声不要，那架势像是要把房顶都给掀了。在场的人全都被这一嗓子喊懵了，谁也没想到这孩子脾气这么大，连最喜欢的甜点都不管用。就在大家束手无策的时候，希尔像是察觉到了什么，哭声竟然戛然而止。他抽抽搭搭的抬起头，正好看见站在门口的那哼，那副委屈巴巴的小模样，看得人心都要碎了。看来在希尔心里，再好吃的布丁也比不上老师陪在身边。希尔一看到奈哼出现，直接一个飞扑钻进他怀里，哭的那叫一个撕心裂肺。那哼虽然被撞了个满怀，但还是赶紧轻声安慰，问他到底受了什么委屈。塞西莉在一旁解释说，刚才希尔到处找不着人，还以为老师这一走就再也不打算回来了。这孩子显然是吓坏了，生怕自己又被丢下。那哼听完心里也有点不是滋味，他只是出去办个私事，没想到会让希尔这么没安全感。他赶紧道歉，保证以后出门一定先打招呼，先把这小祖宗哄进屋再说。等希尔情绪稍微稳了一点，那哼抱着他坐下，语气里满是心疼。他觉得自己这次确实是大意了，但他还是想弄清楚到底是什么让希尔这么害怕失去他。希尔抽抽搭搭的说出了真心话，他最怕老师会突然丢下他离开。那哼听完赶紧安慰这小姑娘，承诺会一直守护她健康长大，直到她有能力站上权力的顶峰。
可希尔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却让那亨彻底愣住了。他问：如果真到了那一天，老师是不是就要功成身退了？这孩子的心思远比想象中更敏感。那亨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确实一直计划着完成任务就回家，但面对希尔那双满是依赖的眼睛，这种真相他根本没法说出口，这对他来说是个两难的抉择。最后那亨还是把他搂进怀里，给出了一个温柔的承诺，说自己会永远留在他身边。希尔小声地确认着真假，但这句承诺背后的代价，恐怕只有那亨自己心里清楚。那亨为了缓和气氛，提议带希尔去吃最喜欢的布丁。希尔虽然嘴上答应着，但心里却跟明镜似的。老师刚才撒谎了，这是老师第一次对他撒谎。希尔敏锐地察觉到，只要老师完成了这里的任务，迟早会头也不回的离开。这种结果他根本无法接受。既然老师是他的老师，那就必须永远留在他身边。只要自己变得更优秀，变得让老师完全离不开，他就永远没机会走掉。希尔心里已经暗暗发狠，他绝对不会放老师走，哪怕用尽一切手段，也要把他留在自己视线里。这执念已经彻底失控了。转眼1周时间过去了，希尔的生日宴会正式开始，整座宫殿都在欢呼，迎接这位小寿星的登场。那亨牵着他的手走下长街，希尔抱着泰迪熊大放回应。这排场确实给足了面子，手下的士兵赶紧凑上前，送上了提前准备好的礼物。希尔高兴的不行，连连夸奖礼物漂亮。这种单纯开心的样子，在宫廷里可真是不多见。不过在真正的大人物眼里，这些小礼物也就是看个乐呵。有人已经开始把话头引向了旁边的魔王希特里。既然大家都表示过了，那这位身份尊贵的魔王到底准备了什么压轴大礼？所有人都在等着看戏。希特里拍了拍手，让人把准备好的大礼抬上来。结果礼物一亮相，所有人都看傻了，竟然是一尊巨大的纯金雕像。希特里觉得这才能彰显威严，虽然看着确实挺可爱的。希尔对这个礼物简直爱不释手，直接给希特里点了个大大的赞。只要小寿星满意，希特里觉得这番心思就没白费。不过重头戏还在后面，希尔最期待的还是老师那亨准备的礼物。那亨微微一笑，让人把东西带上来。真正的惊喜马上就要揭晓了。那亨接过铁匠递来的盒子，神秘兮兮的对希尔说：“这个礼物你绝对会喜欢。”希尔这下可急坏了，为了腾出手拆盒子，他竟然把从不离身的泰迪熊直接塞给了旁边的凯恩。这举动把老管家都给整懵了。在得到那亨的允许后，希尔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盒子。那一瞬间，整个大厅都被光芒照亮了。原来盒子里装的是一顶精致无比的王冠，那亨亲手为他戴上，祝他的小徒弟生日快乐。希尔别提有多开心了，这可是老师亲手送的礼物，对他来说，这比任何金山银山都要珍贵。看把这小家伙乐坏了，那亨笑着问他：“就这么开心吗？”希尔大声回答：“那是当然。”随着训练强度增加，希尔头发上的红色越来越明显，这意味着他已经能熟练掌控魔力了。可就在这时，那亨突然停下了动作，他好像发现了什么不对劲。希尔一脸好奇地问：“老师怎么了？”那亨拨开他的头发，整个人都愣住了，这居然是一只脚。他这下彻底慌了，赶紧大喊凯恩过来查看，生怕希尔身体出了什么意外。结果凯恩一脸无奈地说：“那亨大人，魔王长脚不是很正常吗？希特里大人也有啊。”这下尴尬了，那亨居然忘了希尔可是未来的魔王啊。凯恩看着眼前的那亨，心里直犯嘀咕，他忍不住问：“那亨大人，您以前到底是干什么的？”那亨尴尬的没说话，他刚才闹了个大乌龙，还以为希尔是生病了，甚至怀疑这是什么隐藏设定。希尔气鼓鼓的喊道：“我才没生病呢！”那亨这才松了口气，只要身体没事就好。结果凯恩一脸严肃的提醒：“那亨大人，魔王的脚可是非常敏感的，以后千万不能乱碰。”那亨赶紧答应下来，看来在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他不知道的禁忌。就在这时，手下跑来汇报：“那亨大人，您交代的事情办好了。”那亨牵着希尔走过去问：“那个原型做出来了吗？”杜姆格里克工匠指着桌上的剑，语气却有些犹豫，看来这玩意儿比想象中要难对付得多。杜姆格里克心里直犯嘀咕，万一这玩意儿是个次品，那可就麻烦大了。那亨却表现得很从容，他说失败了也没关系，他顺便还给希尔上了一课。虽然大家都想要好结果，但失败带来的经验反而能让人进步得更快，所以没必要那么紧张。那亨接过这把圆形剑，他拔出剑刃仔细打量，外表看着确实挺像样。接着他转头叮嘱希尔，接下来的测试会很危险，让他先往后退一退。所有人都退到了远处，这把剑的真正威力马上就要揭晓了。这一剑下去，爆发出的能量让在场所有人都看呆了，这威力简直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杜姆格里克死死盯着前方，大气都不敢喘一口。那亨缓缓收起长剑，语气平静地说：“辛苦了。”成了！工匠们兴奋地大喊大叫，这可是他们没日没夜拼命换来的成果。那亨却表现得很冷静，他觉得只要再微调一下锋利度，这件完美的成品马上就能正式问世了。那亨拍了拍杜姆格里克的肩膀，他说：“这可不是一般的差事，自己对他寄予了厚望。”杜姆格里克赶紧表态，一定会拼尽全力。希尔在一旁兴奋地问：“老师，现在就要开始了吗？”那亨握紧手中的剑，笑着点了点头。与此同时，一个惊人的消息正在其他楼层传得沸沸扬扬。听说有人在70层公开售卖极其罕见的武器，贝内特先生却不太相信，觉得这多半又是些不靠谱的传闻。毕竟在魔界哪来什么像样的人族武器，顶多就是些抢来的破烂货。但维恩却一脸神秘地反问：“如果这些武器全都是他们自己打造的呢？而且质量甚至能和人族的顶级装备不相上下？”贝内特压根不信，他觉得这消息听着太离谱，
不过为了保险起见，他还是打算亲自去瞧瞧。如果那些武器真能媲美人类装备，那绝对是一笔大生意。可真到了地方，贝内特一下子就怂了。他看着眼前宏伟的建筑，说话都开始结巴。这地方怎么看都像是魔王的宫殿啊！维恩倒是淡定得很，他告诉同伴，没猜错，这买卖本来就是魔王亲自下场搞的。大门轰然开启，纳亨带着礼貌的微笑出现在两人面前。他说：“欢迎各位大老远跑这一趟。”大厅正中央，希尔和希特里早已等候多时。这阵仗哪像是普通的做生意，这分明是要把整个魔界的财富全都收入囊中。底下这帮人全都在交头接耳，谁也没想到希尔大人居然也亲自坐镇，这哪是普通的做生意，这分明是两大魔王联手坐庄。希特里扫视全场，语气里满是自信。他说：“这些武器全是自己打造的，质量绝对不输给人类，甚至敢赌上魔王的名号来担保。”这话一出，全场瞬间安静了。敢拿名誉做赌注，这得有多大的底气？不过希特里话锋一转，规矩也立得很死。接下来的核心机密只分享给真正的合作伙伴，想看货可以，但只要留下来，就必须得签合同拿货。不想买的现在就可以滚蛋了。希特里直接把丑话说在了前头，谁要是听完了商业机密，最后却敢说一个不买，那就别想活着走出这道门。维恩停顿了半晌，他试探着问：“陛下，您这是在威胁我们吗？”希特里冷笑一声：“这哪叫威胁，这只是善意的提醒。”大厅里一下子乱了套，不少人觉得这买卖风险太大，纷纷选择掉头就走。最后只剩下贝内特几个人还站着。他心里很清楚，这虽然是在玩命，但也是结交两位魔王的唯一机会。这就是所谓的富贵险中求。没过多久，原本热闹的大厅只剩下20个人。希特里稳坐钓鱼台，觉得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纳亨却在一旁泼了盆冷水。他说：“先别急着高兴，这仅仅是个开始，真正的大场面还在后头呢。”纳亨往前站了一步，直接亮出了底牌。他不只是希尔的老师，更是这场大生意的幕后操盘手。这下把底下的商人都整懵了。大家本以为是希特里在做主，结果那亨轻飘飘一句话就把主导权揽到了自己手里，条件开得很诱人，只要签了合同就能拿到独家代理权。这在魔界可是头一回，但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那亨伸出手指，直接要走了60%的利润。商人们还在心里算账，觉得这价格虽然贵，但毕竟有魔王坐镇，这钱花得也算值了。可谁能想到，那亨这是在两头通吃。希特里在旁边气得够呛，因为那亨跟他说的分成压根就不是这一套。这男人不仅胆子大，心也是真的黑，连魔王的名号都敢拿来坑蒙拐骗。商人们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啪嗒响，虽然只能拿40%利润，但只要货是真的，这绝对是一笔泼天的富贵。贝内特还是有点不放心，他追问这质量到底能不能保准。那亨二话不说，直接让人把人类的剑拿上来对比。真金不怕火炼，这帮老油条一上手就全明白了，这成色这手感简直比人类的高级货还要顶。贝内特这下彻底心动了，要是能独家代理3年，那以后在魔界还不是横着走。他甚至觉得之前那些怀疑全是瞎操心。可等他问起供货量的时候，那亨给出的数字却让所有人当场愣住，1个月才400把，分到每个人手里只有20把，这点货塞牙缝都不够，还怎么做大生意？那亨到底在卖什么关子？那亨夸对方算账快，但觉得他们的胃口还是太小了。他准备的可不只是几把破剑，而是真正的全套军备。贝内特这下彻底坐不住了，他试探着问：“难道连盔甲和头盔都有？”那亨潇洒的打了个响指，直接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只要是战场上能用到的，他这里几乎全都有。剑长、矛斧头，甚至连全套的轻重铠甲都一应俱全。这哪里是在卖货，这简直是在武装一支军队。”贝内特看着手里的清单，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买卖绝对要火遍整个魔界。希特里在旁边看着，肠子都快悔青了。早知道那亨手里有这么多硬货，当初分成比例就该再往上提。不过他转念一想，要是真把这男人逼急了，自己恐怕连这口汤都喝不上。贝内特忍不住开口询问第二个提议到底是什么。那亨盯着他看了半天，突然问起了他的名字。这人可不简单，在内亨记忆里的那个游戏里，他可是未来顶级商会的会长。这种人才必须得想办法挖到自己手里。那亨抛出了第二个诱饵，这次的生意不强求所有人参加，因为货的量很少。贝内特反应极快，一下子就听出了弦外之音，量少就意味着单价极高，而且绝对是市面上见不到的稀缺货。那亨露出一丝笑意，物以稀为贵，总有人会为了这些东西抢破头。光说不练假把式，那亨决定直接带大家去见识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宝贝能让他这么有底气。那亨带着众人一路向下，商人们心里直犯嘀咕，看个货而已，为什么要专门跑到阴森森的地牢里？那亨终于不再卖关子，他指着前面的牢房说：“这就是他的第二个提议，里面的货全是在72层亲手抓到的。”还没靠近，牢房里就传出阵阵惨叫。等大家看清里面的景象，现场瞬间炸开了锅，里面关着的竟然全都是活生生的人类。这些人类拼命拍打着铁栏，哀求着想要逃出去。贝内特这下彻底坐不住了，他颤声追问：“难道那亨是想做人口买卖？这生意要是接了，性质可就完全变了。那亨到底在打什么主意？”那亨把丑话说在了前头，这种货源以后很难稳定供应，而且风险极大，他绝不强求任何人，想留下的继续谈，害怕的现在就可以离开。这番话让在场的商人们都犹豫了。
有人在心里飞快地盘算，人类虽然是个烫手山芋，很多恶魔甚至打心底里瞧不起他们，但对于那些高阶贵族来说，这可是最抢手的香饽饽，只要能运作得当，背后的利润简直无法想象。现场很快就分成了两拨人，有人选择保命退出，也有人决定为了暴力赌上一把，最后只剩下了5个人。纳亨看着这几个留下来的面孔，神情变得从容起来，人数刚刚好。这场大浪淘沙后的重头戏，现在才算真正开始。纳亨把这些人类明码标价，身体结实的送去干苦力，长得漂亮的留着当玩物，而那些最强壮的，则是专门用来撑场面的护卫。他们的实力甚至不亚于人类帝国的正规骑士。贝内特听得直点头，这种级别的战力确实是好东西。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牢房里的硬骨头就彻底爆发了。这名人类骑士愤怒地咆哮着，他宁可现在就去死，也绝不给恶魔当奴隶。贝内特被这阵仗吓了一跳，他开始担心这些货太难驯服，万一以后反水，生意可就彻底翻车了。纳亨却表现得异常冷静，他淡淡地回了一句：“那种事绝对不会发生。”纳亨只是轻轻吹了个口哨，刚才还不可一世的人类骑士瞬间就像被掐住了死穴，他脖子上的咒印突然发光，整个人被一股恐怖的力量死死压制，哪怕嘴里还在疯狂咒骂，身体却已经完全不听使唤。商人们看得目瞪口呆。纳亨不紧不慢地解释，他在每个奴隶身上都刻了诅咒，只要买家愿意，随时都能让他们生不如死。看着牢房里哀鸿遍野的景象，纳亨露出了最冷酷的笑容。如果这样还不放心，他甚至可以提供洗脑服务，让他们彻底变成听话的木偶。现在这笔买卖有人敢接吗？谁能想到这些顶级货色竟然全被一家小店给垄断了？就算有人出双倍的高价，老板也根本不打算松口，因为真正的风暴马上就要席卷整个魔界了。老板故意把消息放出去，专门去掉那些大人物上钩，毕竟那些高高在上的家伙最缺的就是新鲜玩意儿。消息很快传到了纳亨手里，一场奴隶拍卖会，这主意听起来确实有点意思。既然对方这么有诚意，那就过去瞧瞧。纳亨决定带上希尔一起去，顺便见见世面。几天后，他们准时出现在了69层。这地方的规模确实大得让人意外。看着眼前这个抱着洋娃娃到处乱跑的小女孩，谁能想到她竟然就是传说中的魔王继承人？跟在后面的2个人类随从，现在整个人都是猛的。店老板贝内特倒是个识货的，一眼就盯上了这2个生面孔。还没等他打听清楚，纳亨大人直接一句话就把他的嘴给堵死了。不该问的别问。为了让这2个随从长长见识，纳亨随手推开了一扇门，里面的宝贝多到让人眼花缭乱。他甚至大方地表示，你们可以随便挑一件。艾里选了一个戒指，纳亨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心思。这东西能储存魔力，对无法产生魔力的人类来说，简直就是救命的神器。可就在这时，旁边的希尔突然变了脸色，那眼神冷得让人脊背发凉。艾里还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其实希尔只是吃醋了。好在纳亨反应够快，一句你也想要吗？刚才还阴云密布的希尔瞬间就笑开了花，这变脸的速度真是比翻书还快。希尔一眼就相中了那个最闪亮的项链，纳亨倒是识货，一眼看出上面附带了保护魔法，他大手一挥，直接记账，甚至没忘了给那2个人类随从也准备一份礼物。这番举动让2个随从心里暖洋洋的，甚至觉得纳亨是真的打算对他们负责到底。拍卖会正式拉开帷幕，可谁也没想到，第一个被推上台的竟然是人类奴隶。看着台上那个被打上烙印、完全失去自由的同类，2个随从心里很清楚，这分明是给他们看的下马威。希尔看着台上的高价，忍不住问纳亨，为什么不把这2个人类也给卖了？纳亨却笑了笑，他要的可不是这点金币，在他眼里，这些人类是不可替代的棋子，只要能收服人心，比什么宝贝都管用。看着希尔天真的笑脸，纳亨转过头看向那2个已经沉默不语的随从，他只问了一句话：跟着我你们后悔吗？看着笼子里那个绝望的同类，埃里和戴恩心里很清楚，如果没有纳亨大人，他们现在的下场只会更惨。这一刻他们才算真正交出了忠心。转眼间5年时间匆匆而过，当年的小女孩希尔现在已经完全变了个人，不仅个头长高了，魔力的掌控也越发纯熟。纳亨对她的进步很满意，但他今天打算教点不一样的。希尔本以为又是枯燥的公式，小嘴一撇，显得有些不情愿，但纳亨却一脸严肃，这可是他必须要学会的一课。2人并肩走向远处的城堡，纳亨突然问起，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原来那份维持了5年的独家协议今天就要正式到期了，对方肯定急着想找他续约，但纳亨却冷冷地表示，这笔买卖他不打算谈了。现在的希尔确实长大了，分析起局势来头头是道，他觉得现在的名气已经够大，没必要再让那帮商人搞垄断。纳亨听了非常欣慰，这孩子总算能独当一面了。不过纳亨想得更远，人类世界现在正打得不可开交，这可是扩张生意的大好机会。但他真正在意的其实是那个叫丹塔利安的魔王。为了这一天，纳亨已经布局了整整5年，现在万事俱备，是时候给对方致命一击了。他带着希尔准备玩一场更大的游戏。面对这群唯利是图的商人，纳亨直接宣布合同到期。就在大家以为要丢掉饭碗时，他却抛出了一个让人无法拒绝的新方案，只要这帮人动动嘴皮子，在外面散布一个消息，就能换来数不尽的军火和奴隶。看着商人那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纳亨心里很清楚，丹塔利安的死期马上就要到了。
面对商人的质疑，纳亨只是从容一笑。这帮人心里其实很清楚，现在拒绝纳亨就等于自断财路，除了乖乖听话，他们根本没得选。希尔在一旁看着，还没完全看透老师的布局。其实纳亨根本不需要亲自动手，只要这帮商人把消息散出去，局面就会彻底失控。就连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人物，现在也开始忌惮希尔的成长。纳亨却一点都不焦急，他知道只要裂痕一旦产生，剩下的事情根本不需要他操心。果然，消息传得比想象中还要快。当丹塔利安看到那份报纸时，整个人都愣住了。账目造假的丑闻满天飞，这位魔王的名声，这下算是彻底臭了。到底是谁走漏了风声？丹塔利安现在彻底失控了。他原本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结果最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他的军火生意本来是核心支柱，可自从纳亨那边的高级货一出来，他的仓库就全堆满了卖不掉的垃圾。为了死要面子活受罪，他竟然在账本上造假，假装货都卖光了。这下麻烦彻底闹大了。在别人眼里，这根本不是为了维持客户，而是他在私吞公款。这个罪名要是坐实了，他这辈子就算彻底毁了。更糟糕的是，商人们现在集体闹着要解约，铁匠们也堵在门口要工钱。丹塔利安现在手里一分钱都没有，这简直是要了他的老命。如果拿不出钱来维持军队，魔王希特里绝对会趁虚而入。走投无路之下，他只能选择最危险的一步，去找德卡拉比亚借钱。但这笔钱恐怕没那么好拿。谁能想到，堂堂魔王竟然沦落到这种地步？纳亨看着手里的情报，心里非常满意，一切都在按他的剧本演。他冷笑着说：“你现在的挣扎全都在我的计划之中。”换了新环境，纳亨这脑子转得飞快，他一眼就看穿了对手的死穴。这步棋走的简直是在自寻死路。希尔有点纳闷，老师是怎么提前知道对方在仓库里藏了宝贝？纳亨笑了笑，没说实话，毕竟这种开挂的秘密只能烂在肚子里。看到希尔还在纠结，纳亨故意逗了他一句：“是不是不相信老师的判断？”这下可把这孩子急坏了。其实他心里想的根本不是什么局势。纳亨直接给了一颗定心丸，不管别人怎么看，他的心思永远只会放在他一个人身上。这一招摸头杀算是彻底把人给拿捏了。纳亨这回是打算玩票大的，他手里这份情报简直是挑拨离间的绝佳武器。他心里已经有了最合适的人选。第4军团的指挥官林埃尔拉扎被紧急召到了大殿。纳亨开门见山，对方正打算联手搞事情，如果让他们接上头，局面可就不好收拾了。纳亨递过去一把长剑，让他用这把武器去解决麻烦。林埃尔拉扎接过手一看，发现这件根本不是自家的东西，而是产自敌对的第69层。这一招借刀杀人玩的确实够狠。林埃尔拉扎瞬间明白了，接下来的这场戏到底该怎么演了。林埃尔拉扎心里清楚，这肯定是纳亨出的主意，但为了让希尔坐稳王位，他决定拼一把，把这个任务彻底完成。希尔这边正等着夸奖呢，纳亨的一句肯定让他觉得自己终于像个魔王了。既然立了功，那肯定得要点奖励。纳亨还是老一套，问他这次想要什么样的娃娃，可他完全没意识到眼前的女孩已经变了，他想要的根本不是这些小玩意儿。看着希尔头也不回的走掉，纳亨彻底懵了，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青春期到了？林埃尔拉扎下达了死命令，这次行动绝对不能暴露身份，所以大家动手的时候千万不能留下任何痕迹。对方一共15个人，他和巴鲁纳负责解决大头，剩下的交给手下分摊。虽然有人担心会遇到硬茬子，但他心里早就有了底，只要能把这口锅稳稳地扣在别人头上，过程怎么样并不重要。随着他一声令下，所有人迅速消失在丛林里。没过多久，传送门那边终于有了动静，看着目标一个个走出来，林埃尔拉扎知道收网的时候到了。看来情报没错，那帮硬茬子果然不在，这下事情可就简单多了。林埃尔拉扎一声令下，埋伏瞬间爆发，他带头杀入敌阵，大喊着一个不留。对方这下彻底乱了套，连对手是谁都没看清，就被完全包围。这场单方面的收割已经无法回头了。看着满地的狼藉，林埃尔拉扎冷冷地说了句收工。既然目的已经达到，那就没必要再留活口。所有人迅速撤离了现场。消息传回第69层，魔王丹塔利安整个人都傻了。第68层的使者竟然全军覆没了，这可是要出大事的。随从建议赶紧上报，可丹塔利安还没反应过来，这事儿根本不是他干的，为什么要主动去背这个黑锅？结果随从接下来的话让他彻底掉进了冰窟窿里，现场留下的那些武器全都是他们自家的产品，这下真的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随从分析得很透彻，德卡拉比亚肯定会借题发挥，到时候狮子大开口，非要把咱们变成他的属下不可，不如现在先主动赔钱了事。丹塔利安根本听不进去，他拍案而起，认定这一切都是希特里在搞鬼，直接下令准备开战，要让对方付出代价。可还没等他把信发出去，传令兵就带回了最坏的消息，德卡拉比亚的大军已经穿过传送门打过来了。这下谁都看出来了，对方根本不是来讨公道的，而是要彻底吞并这里。这时间点掐得实在太准了，说不定从使者被杀开始，就是德卡拉比亚自导自演的圈套。丹塔利安这下彻底炸了，他终于看清了对方的野心，这是要把盟友生吞活剥呀！他下令全军出击，必须死守防线。而另一边，纳亨正气定神闲地看着戏，局势的发展跟他预料的一模一样，两边终于彻底掐起来了。希尔听得似懂非懂，纳亨笑着解释，这叫鹬蚌相争，咱们只需要等着收礼就行。不过光看着可不够，纳亨叫来指挥官，下达了最后的指令，等两边打得不可开交，咱们就去抄他们的后路。
虽然对方兵力不少，但那哼根本没打算硬碰硬，只要把水搅浑，剩下的就全是咱们的了。那哼给林埃尔拉扎下了个死命令，要把第69层的商人全挖到咱们这儿来。林埃尔拉扎心里有点没底，这帮商人可都是人精，能这么容易就挪窝吗？那哼早就把这帮人看透了，商人们求财更求命，丹塔利安现在信用破产，外面还打得不可开交，这就是咱们趁虚而入的最好时机。只要第70层给出更诱人的条件，这帮人肯定会连夜搬家，到时候丹塔利安不仅丢了地盘，连钱袋子都要被咱们掏空了。至于希特里那边，那哼压根儿就不担心，谁会跟白送上门的钱过不去呢？只要做着收账就行了。希尔果然乐开了花，当场拍板让所有人听老师的。看来这一局丹塔利安是彻底没戏了。希尔在那儿琢磨半天，那哼还以为他没听懂，结果这小姑娘语出惊人，想趁着两边打得火热，直接带人去把第69层给占了。那哼第一反应就是拒绝，这计划实在是太冒险了。可希尔根本不服气，觉得自己又是练功又是学魔法，早就不是以前那个小孩子了。但在那哼眼里，现在还不是他出面的时候，非要让他再长大一点。希尔这下可坐不住了，觉得自己明明已经够强了。其实希尔说的一点都没错，放眼整个下层地狱，已经没人是他的对手了。可那哼还是犹豫了，因为在他眼里，希尔始终还是个孩子，万一他在战场上出点岔子，那之前所有的努力可就全白忙活了。那哼让他再忍一忍，等打下第68层再说。为了补偿，他答应给希尔一个愿望，只要不提上战场，什么都行。希尔想都没想，说只想跟老师一起去旅行。那哼这才意识到，这段时间一直连轴转，两人确实没怎么出去逛过。看着希尔高兴成那样，那哼仿佛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看来以后得对这孩子再多上点心了。希尔已经等不及了，大声向所有人宣布，他要跟老师去旅行了。这一晚，希尔彻底失眠了，满脑子都是那哼老师。毕竟在他的世界里，老师就是唯一的依靠。想要早点去旅行，眼下的麻烦就要赶紧解决，哪怕要当个不听话的坏孩子，他现在也顾不上了。谁也没想到，希尔竟然直接找上了林埃尔拉扎，开口就要跟着大部队一起出发。这下可把指挥官给难住了。现在的希尔早就不是那个需要保护的小女孩了，无论是剑术还是那哼教的魔法，她都已经强得离谱。可问题是，如果真的带她上战场，那哼那边恐怕没法交代了。林埃尔拉扎还是不敢松口，毕竟那哼大人特意交代过，绝对不能让希尔上战场，这要是出了意外，谁也担待不起。可希尔根本不买账，直接搬出身份反问一句：“你到底是在给谁办事？是听老师的，还是听我的？”这话一出，林埃尔拉扎彻底没辙了。名义上希尔才是唯一的领主，官大一级压死人，只能乖乖点头认输。目的达成的希尔别提多得意了，虽然嘴上答应的好好的，说自己绝不乱跑，但显然是在打马虎眼。老师你就再等一等，只要把这些麻烦亲手解决掉，我们就能出发去旅行了。丹塔利安直接下了死命令，不管付出什么代价，绝对不能让敌军靠近城墙一步。随着一声令下，漫天箭雨瞬间封死了去路，冲在最前面的士兵成片倒下。但这仅仅是开胃菜，城墙上的秘密武器现在才刚刚开始充能。指挥官一声令下，城墙上的火力瞬间全开，紫色的光柱像雨点一样砸进人堆，底下的士兵根本没地方躲，瞬间就被炸飞了。这根本不是战斗，而是单方面的屠杀，连落下的巨石都成了催命符。看着同伴一个个倒下，剩下的士兵彻底绝望了，这种火力根本不可能冲得过去。这下麻烦大了，攻城方的阵型已经完全乱套了。眼看士兵们已经顶不住了，惨叫着开始四散撤退。就在这溃败的边缘，一个金甲将领站了出来，他硬生生挡住了致命的紫色光束，一个人就拦下了所有的冲击。原本混乱的战场，因为他的出现瞬间安静了下来。他沉声说道：“士兵们不要害怕，原来这人是大有来头，他就是德卡拉比亚五星阵的第一颗星巴尔萨泽。作为五星阵的大将，他往那一站，压迫赶救直接拉满了。守城的雇佣兵哪见过这阵仗，一看强敌现身，一个个全都在打退堂鼓，甚至觉得这仗已经没法打了。丹塔利安直接火了，有这功夫废话，不如赶紧给我顶上去。他心里很清楚，这群拿钱办事的雇佣兵，关键时刻根本指望不上。既然这样，那就只能亲自下场了。地狱之火烧尽一切，绿色的魔法阵瞬间炸开，这下子真正的杀招来了。谁能想到丹塔利安这一招地狱之火威力竟然这么恐怖，刚才还不可一世的巴尔萨泽瞬间就被绿色的火焰吞没了，敌军阵营直接乱成了一锅粥。手下们一看这场面，赶紧凑上来拼命拍马屁，直呼这一招简直无敌了。丹塔利安根本不吃这一套，他冷冷地回了一句：“有功夫在这废话，不如赶紧准备下一次进攻。现在对方的主将已经歇菜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趁他病要他命。”城门轰然开启，魔族大军全线出击。丹塔利安觉得这局稳了，守城本来就有优势，再加上对方的大将刚被解决，他觉得胜负已经彻底倒向了自己，只要能这么守下去。结果话还没说完，意外就发生了。唰的一声，一道金光破空而来，谁也没看清是怎么回事，一个士兵就被当场贯穿。巴尔萨泽竟然根本没死，他踩着沉重的步子走了回来，还随口抱怨了一句：“这火可真够烫的。”这下麻烦大了，对方不仅没倒下，反而被彻底激怒了。巴尔萨泽一脸淡定地开启了嘲讽模式，在他眼里，丹塔利安找来的这些帮手简直就是一群上不了台面的废物，他甚至觉得想靠这点人马就跟魔王平起平坐，简直是天大的笑话。丹塔利安这下
彻底破防了。他指着对方大骂，说：“你不过是靠着那身魔甲才捡回一条命，有什么好嚣张的？”结果巴尔萨泽根本不吃这一套，他冷冷地回了一句：“盔甲也是魔王大人赐予的力量，要怪就怪你自己太弱，连这层皮都打不穿。”看着丹塔利安气急败坏的样子，巴尔萨泽已经失去了耐心。既然你已经没招了，那接下来的这一剑你恐怕是接不住了。就在巴尔萨泽准备下死手的时候，变故突生，一道恐怖的冲击力从天而降，地面瞬间被砸得粉碎。巴尔萨泽反应极快，一个后撤不险险躲了过去。这时一个俏皮的声音传了过来：“哎呀，真可惜，竟然被你躲开了。”巴尔萨泽整个人都愣住了，大声质问对方到底是谁。结果烟尘散去，出现在眼前的竟然是希尔。没错，就是那个传说中最弱的魔王。他不仅来了，还一脸轻松地打了个招呼。这下全场都看傻了，这种要命的时刻，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丹塔利安看着眼前的希尔，心里开始不停地打鼓。虽然看起来是来帮忙的，但他很清楚，没好处的是这位绝对不会干。他到底在打什么算盘？希尔可没心思管别人怎么想，他盯着对面的巴尔萨泽，语气冷淡的像是在看一个死人。巴尔萨泽虽然嘴上说着荣幸，但心里全是问号。一个排名垫底的魔王，凭什么敢跑到这儿来插手？希尔冷笑着说：“我今天的行程排得很满，结果你非要在这儿挡路，没办法，只能亲手把你清理掉了。”这句话彻底把巴尔萨泽激怒了，他觉得希尔就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鬼。既然你自己送上门，那干脆连你的领地也一起收了，正好回去给主子邀功。话音刚落，他直接发起了冲锋。希尔一出手，直接跳过所有咒语，轻飘飘吐出一个字：燃。一个巨大的火焰骷髅凭空出现。巴尔萨泽这下彻底没反应过来，他引以为傲的魔甲竟然在攻击还没落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大面积崩坏。这种恐怖的破坏力跟刚才的丹塔利安相比，完全不是一个档次。但巴尔萨泽毕竟是个硬茬，他顶着高温，强行一剑劈开了眼前的火海。虽然心里已经翻江倒海，但他嘴上还是不肯服软，冷笑着说：“这不过是小孩子的把戏。”看来他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狠话还没说完，希尔就动了，只听见唰的一声，一道寒光闪过，刚才还不可一世的巴尔萨泽直接跪倒在地上，彻底没了动静。希尔收起架势，一脸无聊的吐槽：“这也太没劲了。”旁边的丹塔利安已经看傻了，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眼花了。刚才那一瞬间发生了什么？就在这时，林埃尔拉扎带着援军急匆匆赶到，一见面就开始数落希尔，说他不该一个人单枪匹马冲出来。希尔倒是淡定得很，还笑眯眯地跟他打招呼。可当林埃尔拉扎看清地上那具尸体时，整个人都僵住了。他不敢置信地问：“这难道就是那个巴尔萨泽？”看来希尔这次是真的要把所有人的认知都给彻底掀翻了。巴鲁纳还在那儿傻乐，觉得自家主子真是太牛了。林埃尔拉扎却愁得不行，直接让旁边的人闭嘴。他严肃地提醒希尔，这下彻底把第68层给得罪了，接下来的战争恐怕躲不掉。希尔倒是一脸淡定，甚至还出了个馊主意，只要把在场的人全灭了，不就没人知道了吗？林埃尔拉扎赶紧打断他，说消息肯定已经传出去了。希尔听完眼珠子一转，既然瞒不住，那就干脆全推给第69层好了，就说我们只是路过。是丹塔利安哭着喊着求我们帮忙。远处的丹塔利安突然脊背发凉，他还没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了最大的背锅侠，这下事情可越来越有意思了。希尔眨了眨眼，语气轻松的像是在讨论晚饭。他说：“既然目击者这么多，干脆全杀光，再找丹塔利安对个口供不就行了？”这话一出，旁边的士兵全听傻了。希尔还一脸自豪的补充：“这可是老师教的，该动手时绝对不能犹豫。”林埃尔拉扎只能无奈点头，既然陛下发话了，那就只能照办。他转身下令全军出击，一个活口都不留。而另一边的丹塔利安正被自家那群没脑子的士兵气得够呛，这帮人还以为希尔是来帮场子的，甚至在那儿商量要给多少赏金。丹塔利安已经记下了这笔账，等仗打完了，第一个要收拾的就是这群猪队友。看来这场混战最后谁能全身而退还真不好说。希尔说要清理现场，那可不是随便说说，他是真的打算把这儿彻底夷为平地。只见他抬起手，掌心的能量球疯狂跳动，这一招下去，恐怕连渣都不会剩下。城墙上的守卫还没看明白，希尔已经对着大门直接轰了过去，伴随着一阵剧烈的震动，整座城楼瞬间崩塌。刚才还在叫嚣的士兵，现在只剩下绝望的惨叫。在绝对的力量面前，这些所谓的防御简直就像纸糊的一样。丹塔利安这下彻底懵了，他大声质问希尔为什么要对自己人动手。希尔冷笑一声，语气里满是不屑。他说：“要不是自己出手，这帮人刚才就彻底玩完乐。这城是我保下来的，我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你有意见？”丹塔利安气得不行，觉得自己看走了眼。他一边骂希尔露出了真面目，一边还想动手反击。他觉得这种程度的魔法，自己随随便便就能搞定。结果魔法阵刚亮起来，就被希尔瞬间驱散。丹塔利安这下是真的傻眼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小鬼竟然连驱散魔法都掌握了。希尔根本没打算给他喘息的机会，直接下了最后通牒：要么跟着这座城一起消失，要么乖乖听话。这道选择题，丹塔利安恐怕没得选了。希尔开出了最后的条件，名义上是提供保护，实际上是要彻底收编丹塔利安。看着眼前被夷为平地的城堡，丹塔利安终于意识到，这就是第72层魔王的真正实力。如果再硬抗下去，下一个消失的恐怕就是自己。与其白白送命，不如趁现在找个靠山。他赶紧大喊投降，求希尔赶快收手。希尔
可没那么好说话。他冷冷地提醒对方，既然要当属下，说话就要有个尊卑。丹塔利安这下彻底认怂了，他改口称呼希尔为陛下，表示愿意誓死效忠，只要能保住这条命就行。希尔露出了满意的微笑，既然谈妥了，那就赶紧把合同签了吧。看着这一片废墟，丹塔利安知道，从今天起，这天是真的要变了。69层魔王城的会议室里，气氛现在有点微妙。林埃尔拉扎凑到希尔耳边，小声问他是不是认真的，毕竟这可是希尔第一次公然违背老师那哼的建议。林埃尔拉扎心里实在没底，希尔表面上还挺硬气，提醒对方别忘了自己才是这里的魔王，结果帅不过3秒，他马上就原形毕露了，心里虚的不行，一直在那小声嘀咕。他担心那哼会生气，又在那自我安慰，觉得这次事情办得还算漂亮。林埃尔拉扎在旁边都看傻了，刚才那股霸气劲儿怎么瞬间就没影了？就在这时，会议室的大门砰的一声被人从外面暴力撞开，那哼怒气冲冲的闯了进来，隔着老远就大喊希尔的名字。这嗓子下去，全场的人都被吓得够呛。看来希尔最担心的麻烦还是找上门来了。那哼一言不发的走过来，那气场简直要把人压垮。希尔吓得连连后退，嘴里语无伦次的想解释，说自己这么做是有苦衷的。可话还没说完，那呵突然冲上前，一把将他死死抱住。原来他根本不是来发火的，他嘴里不停念叨着，只要你没事就好，只要平安回来就好。希尔这下彻底破防了，原本强撑着的魔王架子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他靠在那哼怀里，小声说着对不起，最后还是没忍住，直接哭出了声。那哼本来只是想听个汇报，结果凯恩一开口，直接让他整个人都不淡定了。希尔竟然一个人跑去了战场，这下那哼彻底坐不住了。明明之前叮咛万嘱咐，结果他还是把话当成了耳边风。凯恩还在后面拼命劝，但那哼现在什么都听不进去，他必须立刻动身，亲眼确认那个小丫头没事才行。虽然嘴上还在纠结是不是自己哪里做的不对，但现在最要命的问题是，万一希尔真的出了什么意外，后果根本没人能承担。那哼一路上都在后怕，万一希尔真的受了伤，他这辈子都没法原谅自己。直到看见那个熟悉的身影，希尔正想开口解释，结果话还没说完，就被那哼一把死死抱住。只要人没事，其他的都不重要了。那哼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可还没等气氛温存2秒，那哼就冷着脸下了逐客令，让屋里所有人都先出去。这下可把旁边的丹塔利安气坏了，哪来的家伙这么没礼貌，竟然敢在魔王面前这么嚣张。那哼这一嗓子直接把全场的气压降到了冰点，他冷冷地吐出几个字，我说了滚出去。旁边的丹塔利安彻底懵了，这股恐怖到让人窒息的气息根本不是普通人能有的，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头？等外人都走干净了，那哼才收起那副吓人的样子，他蹲下身子问希尔，现在能告诉老师到底怎么回事了吗？希尔小声嘀咕着，他只是想帮上点忙，可那哼却叹了口气，这种事根本不需要他去冒险。希尔还觉得挺委屈，他掰着手指头数自己的战绩，不仅拿下了69层，甚至还把敌方大将给生擒了。看着希尔邀功的样子，那哼的眼神终于温柔了下来，他轻声夸了一句，做得不错。但他紧接着提醒希尔，身为魔王绝对不能出意外，一旦他倒下了，整个魔界都要跟着变天。希尔低着头乖乖应了一声，知道了老师。那哼接着叮嘱希尔，现在还不是暴露实力的时候，毕竟情报就是力量，让敌人摸不清底细才是最稳妥的。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那就要看看下一步该怎么走。那哼拿起桌上的和平协议，仔细研究起希尔的计划。不得不说这一招确实高明，把69层当成新据点，再把那里的商人都收编过来，这样一来丹塔利安就彻底被架空了。那哼笑着夸奖希尔，这件事办得非常漂亮。希尔趁机提出了自己的小要求，他想让老师带他出去玩。听到那哼答应的这么干脆，希尔整个人都乐开了花。他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不过那哼话锋一转，想出去玩还有个前提条件，得先把68层那个麻烦解决掉，毕竟对方肯定不会坐以待毙。希尔这下彻底没脾气了，看来在享受假期之前，还得先把这些烦人的公务处理完。那哼开始盘算敌人的底牌，丹塔利安老老实实交代了兵力，步兵、骑兵加上魔法师，这规模确实不容小觑。不过丹塔利安很快发现不对劲，旁边的希尔一直在打手势，他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刚才说话太随便了。他赶紧改口称呼那哼为大人，心里直打鼓，生怕哪句话说错惹得这位爷不高兴。毕竟现在的局势谁强谁弱一目了然。那哼没心思计较这些礼节，他更关心接下来的仗怎么打，既要赢还要保住这里的地盘，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希尔提议让希特里出手，但那哼心里很清楚，一旦全面开战，破坏就在所难免，想要毫发无损的收场根本不可能。看着希尔一脸自责的样子，那哼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别把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揽，就当是交了一次学费。其实那哼哪是什么天才，他之所以能把局面控制得这么稳，纯粹是因为这种场面他已经在游戏里玩过几10遍了。想要修复这个烂摊子，那哼其实还有一个办法，虽然他并不想走到这一步。希尔好奇地凑过来问，到底是什么绝招？那哼语气平淡，没什么特别的，我打算亲自出手。与此同时，68层的魔王城里，气氛已经彻底炸开了锅。魔王德卡拉比亚正在大发雷霆，大将战死，副将被俘，丢了这么多兵力，竟然连69层都没拿下来。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信任的部下竟然会交出这么一份答卷。
底下的随从们吓得跪了一地，拼命恳求再给一次机会。他们发誓，这次一定要把场子找回来。德卡拉比亚这次是真动了杀心，他不光要丹塔利安的命，连希尔的人头也要一并带回来。他给部下下了死命令，要是这次再办砸了，所有人直接提头来见。部下们表面上答应的震天响，可一转头，魂儿都快吓飞了。克鲁阿赫其实很清楚，刚才那番豪言壮语纯粹是为了保命，真要动起手来，他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几个残兵败将凑在一起商量对策，结果大眼瞪小眼，谁也没主意。毕竟连装备精良的巴尔萨泽都折了，这仗到底该怎么打？克鲁阿赫倒是看得明白，遇到那种对手撤退才是明智的。他只是没料到那个年轻魔王竟然能拉起这么强的队伍，甚至有人开始怀疑是不是那位大人转世回来了。克鲁阿赫有点犯愁，现在就剩他们3个，拿什么去拼？既然玩硬的不行，那就直接硬碰硬。咱们手里还有兵，靠人数优势也要把对方彻底碾碎。敌方的算盘打得挺响，他们觉得希特里虽然是盟友，但绝不敢轻易卷入这场冲突。路比亚听出了弦外之音，这不就是想趁对方没准备，先下手为强吗？克鲁阿赫刚要下令全军出击，结果大门直接被撞开了，传令兵嗓子都喊哑了。坏了，敌人已经杀到门口了。这下会议室里的人全懵了，说好的先发制人呢？怎么人家动作比咱们还快？与此同时，纳亨正带着林埃尔拉扎在山谷里推进，这微风吹得简直不像是在打仗。林埃尔拉扎汇报说，因为咱们行军速度太快，敌人的埋伏圈根本没来得及合拢。纳亨随口夸了一句干得不错，但林埃尔拉扎心里还是没底，毕竟这次没有希特里的支援，光靠咱们几个真的行吗？谁知道纳亨回了一句，我也不知道。这一句话直接把这位指挥官给整不会了。纳亨随口问了一句，怎么这种场面就把你吓到了？林埃尔拉扎半天没回过神，在他印象里，纳亨一直是个走一步看10步的人，没有万全的计划，他绝不会轻易涉险。纳亨自嘲地笑了笑，以前确实是这样，但这次情况变了，他并没有责怪下属，反而觉得是自己没看透对方的意图。林埃尔拉扎还是想不通，既然没把握，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纳亨的回答很简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更多人活下来。紧接着他下达了一个意外的命令，让林埃尔拉扎带着大部队原地待命。这下林埃尔拉扎彻底坐不住了，难道您打算单枪匹马去闯阵？纳亨摇了摇头，他打算带上那2个人类一起行动。听到这个决定，林埃尔拉扎整个人都傻了，带人类去那不是开玩笑吗？纳亨心里很清楚，现在的指挥官根本不信任那2个外人，但接下来的局面恐怕只有他们能破了。纳亨表面上稳如老狗，其实心里慌得一批。他对着那2个人类放狠话，说今天要好好考验他们，让他们证明一下自己到底够不够格。戴恩倒是挺有干劲，直接一口答应下来。可纳亨一边往前走，一边在心里犯嘀咕，他总觉得自己上次能赢，纯粹是因为运气好搞了偷袭。这具身体虽然强，但到底能撑多久，他心里一点底都没有。这种对未知的焦虑让他整个人都紧绷着，也正是因为这份不安，他才死活不让希尔上战场。毕竟这一仗要是输了，后果谁也担不起。机会只有这一次，一旦失手就再也没有回头的可能。还没走多远，前面的动静就不对了。放眼望去，整个山谷全是密密麻麻的敌军，这阵仗简直就是专门在等他们。纳亨最后交代了一句，关键时刻你们2个的跟上，走吧，真正的硬仗开始了。侦察兵明明报告说敌军已经穿过了山谷，可现在放眼望去，怎么视线里只有1个人？这下把带队的将领整不会了。这种反常的情况怎么看都像是个陷阱。2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先按兵不动，派人去探探虚实。有人觉得对方是临阵脱逃，但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大老远赶过来，绝不可能无功而返。唯一的解释就是对方在山脊上设了埋伏。可最诡异的事情发生了，现场竟然感觉不到一点魔力波动，这种死一般的寂静反而让气氛变得更加恐怖。这帮人还在那儿瞎琢磨。克鲁阿赫觉得对方是怕了，所以才连魔法都不敢用。可旁边的路比亚根本听不下去，觉得这帮老爷们儿全是胆小鬼，非说人家这早就跑路了。他二话不说，直接开大招冲了过去，打算亲手解决那个落单的家伙。路比亚一边飞还一边嘲讽，觉得这帮不会飞的家伙全是累赘。他盯着远处那个孤零零的身影，觉得对方就是在虚张声势。他甚至还在叫嚣，让对方别再派这种小喽啰送死，有本事就正面硬刚。可他根本没注意到纳亨嘴角那一抹冷笑，他只是轻吐出2个字，贯穿。话音刚落，一道巨大的光柱拔地而起，直接把俯冲的路比亚捅了个对穿。刚才还不可一世的将领瞬间就没了动静，他到死都没明白自己到底是怎么输的，甚至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远处的同僚全都看傻了，谁能想到堂堂一个大将竟然就这么没了？这下局势彻底要变天了。临死前对方还在拼命追问他的身份，纳亨只是不屑地摇摇头，觉得这帮人在战场上废话实在是太多了。紧接着整个天空都暗了下来，一只巨大的血色眼睛突然在云端睁开，传说中的利维坦竟然被他随手召唤了出来。看着眼前这个遮天蔽日的庞然大物，刚才还想反击的敌军彻底陷入了绝望。这种体型恐怕连给对方塞牙缝都不够。那哼头也不回地下了最后通牒，剩下的帮我收拾干净。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有很多，经验、人数、战术，这些确实都很重要，但有一种东西能把这些优势瞬间清零，那就是绝对的力量。利维坦这个庞然大物一出现，战场瞬间就要变天了。他张开巨口，真正的屠杀才刚刚开始。
惨叫声瞬间连成一片，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任何抵抗都成了笑话。救命声哀嚎声全都被巨大的轰鸣淹没，这根本不是在打仗，而是一场单方面的抹杀。带头的指挥官彻底看呆了，他喃喃自语：这简直就是一场灾难，这种级别的力量，他连听都没听说过。面对敌人的质问，纳亨只是露出一抹玩味的笑。我是谁？我也挺想知道答案的。看着远处利维坦造成的动静，埃里和戴恩坐不住了。这种级别的战斗，真的需要他们插手吗？戴恩拔出短刀，虽然不需要，但总得做点什么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既然选了这条路，就没打算一直当观众。埃里举起法杖，把风的力量全部加持在他身上。这一击能不能在战场上留下痕迹？区区一个人类也敢在这里撒野？面对敌人的嘲讽，戴恩根本没打算废话，直接从高空俯冲而下。这一击他赌上了全部的力量。就在碰撞的瞬间，后方的支援也到了，给他最强的护盾。蓝色的光芒瞬间炸裂，整片大地都在颤抖。敌方指挥官看着眼前的烟尘，冷笑着下达了冲锋令。在他眼里，这个人类已经是个死人了。可他还没意识到，真正的变数才刚刚从烟雾里走出来。谁也没想到，在那种毁灭性的冲击下，戴恩不仅硬生生扛了下来，还抓住了唯一的反击机会。这一刀下去，整个战场的空气都凝固了。不可一世的达哈克大人竟然被一个人类放倒了。克鲁阿赫气得咬牙切齿，在他眼里，人类不过是随手捏死的蝼蚁，现在却被蝼蚁反咬一口，这简直是奇耻大辱。伴随着一声咆哮，那个沉睡的怪物终于露出了獠牙。纳亨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在战场上分心可是会没命的。手起刀落，刚才还不可一世的怪物瞬间就没了动静。远处的埃里直接看傻了，这种级别的怪物竟然真的被一招解决了。还没等他缓过神，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人类老师在哪？希尔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了身后，看着下方的战果，他似乎已经有了新的目标。我也能变得像老师一样强吗？面对这个小魔王的提问，埃里只能尴尬的陪笑。那当然肯定没问题，您真是一位伟大的魔王。面对人类的恭维，希尔听得心里美滋滋的。你倒是挺会说话。可埃里接下来的话却让他瞬间变了脸。纳亨大人知道您在这儿吗？希尔冷冷的回了一句：我是瞒着他来的，但这跟你有什么关系？看着埃里吓得缩成一团，希尔突然凑近，语气里满是护食的味道。人类，你对我老师该不会有什么奇怪的想法吧？结果埃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对不起，我只是太害怕他了。这下轮到希尔愣住了，闹了半天，两人的脑回路根本没在一个频道上。远处传来了熟悉的脚步声，看到戴恩平安无事，埃里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死里逃生之后，这种同伴间的信任比什么都重要。纳亨这边也见到了希尔，看着这个特意跑来接自己的学生，他心里已经有了打算。既然危险都清理干净了，不如就让他去见见世面。他一边摸着希尔的头，一边交代：现在的魔王城基本就是个空壳，剩下的交给你去收尾。希尔兴奋地答应下来，这可是他证明自己的大好机会。安顿好希尔，纳亨又看向另外两人，这5年的苦练没白费，等回去之后还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们。两人赶紧恭敬的领命，在纳亨大人面前，谁也不敢有半点懈怠。看来真正的风暴还在后面。纳亨已经拿下了第68层，现在他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找到那个传闻中的东西。另一边战斗已经结束了，曾经不可一世的对手，现在只能趴在地上动弹不得。希尔一脸嫌弃，这家伙也没传说中那么强嘛。林埃尔拉扎在一旁感叹，不是敌人太弱，而是希尔现在的实力已经到了恐怖的地步，剑术配合上古魔法，这简直就是降维打击。但他心里也有个疑问，纳亨大人到底是从哪学会这些早就失传的魔法？那个时代之后，这些东西本该彻底消失才对。地上的败将死死盯着希尔，嘴里还在念叨，纳亨那个疯子竟然亲手制造了一个怪物。不过他的命暂时保住了，因为纳亨特意交代过，这家伙必须留活口，看来后面还有更大的用处。希尔一把揪住对方的衣领，林埃尔拉扎在旁边看得心惊胆战，生怕这位小祖宗一个失手把重要的俘虏给弄没了。希尔倒是很淡定，我知道，只要留口气就行吧。紧接着场面就开始失控了，一顿拳脚相加的声音传出来，林埃尔拉扎在旁边都看傻了，赶紧大喊：别打了，再打真要出人命了。再看那位刚才还挺嚣张的魔王，现在已经彻底没了脾气，他虚弱的挤出一句话：求求你，还是杀了我吧。这下轮到希尔猛了，他看着自己的双手，满脸不可思议，这家伙怎么这么不经打？到底是对方太弱，还是他现在的力量已经失控了？希尔这下彻底慌了，看着地上被打得半死的德卡拉比亚，他第一反应就是甩锅，拉着林埃尔拉扎的手不停哀求，就说这是你干的行不行？要是让老师知道我下手这么重，他肯定要生气了。林埃尔拉扎也是拿他没办法，只能点头答应下来。结果谢字还没说完，内亨就出现了。你们在谢什么呢？希尔赶紧打马虎眼，老师没什么，真的没什么。但奈亨是什么人？他一眼就看出气氛不对劲。再看看地上那个惨状，这手法，这力度，他语气阴沉盯着希尔说：别撒谎，做错了事就要老实交代。这下希尔彻底没招了，只能乖乖低头认错。纳亨看着地上的德卡拉比亚，忍不住吐槽，真是惨不忍睹。不过只要还留着一口气就行，对方现在已经彻底崩溃，嘴里不停念叨着杀了我吧。林埃尔拉扎有点想不通，纳亨大人为什么要留着他？这家伙骨头硬得很，绝对不会轻易投降的。纳亨语气平静，我可没打算放过他，只是他脑子里的情报还有点用。听说过星云石吗？那是第68层的特产，
那亨心里早有打算，只有魔王的核心圈子才知道矿山的具体位置，他得把手里的线索挨个对峙一遍。毕竟在游戏设定里，矿山的位置每次都会变，麻烦得很。希尔还在纳闷，为什么不把其他干部也抓起来？那亨一边擦手一边解释，那些人反抗太激烈，只能全杀了。其实他心里也在犯嘀咕，刚才下手好像确实中了点，连他自己都没意识到现在的实力有多离谱。希尔一脸怀疑地看着那亨，洗脑对魔王这种硬骨头根本没用，你打算怎么让他开口？那亨只是神秘一笑，这个嘛，帮手这不就来了。伴随着清脆的高跟鞋声，希特里优雅地出现在门口，好久不见那亨大人，听说你需要人来镇场子，我可是推掉所有事赶过来的。他看了一眼地上那个血肉模糊的家伙，忍不住感叹，真是惨不忍睹。那亨却没给他好脸色，最近想见你一面可真难，连日常训练都敢翘掉。希特里表面上在打哈哈，其实心里早就开始发毛了。又是这种让人不舒服的注视，他之所以一直躲着不露面，全是因为希尔这个小怪物。这孩子的眼神实在太诡异了，希特里甚至不敢想象，如果自己在他面前动用能力，后果恐怕就不只是被瞪一眼这么简单了。那亨突然开始清场，语气严肃的不行，赶紧带着人出去。希尔还有点纳闷，老师审个训而已，至于这么大阵仗吗？那亨没多解释，直接把希尔带到了门外。希尔一路上都在好奇，希特里大人不是擅长火系魔法吗？难道他要用火星逼供？那亨摇了摇头，你只说对了一半。希特里真正厉害的可不是玩火，他拥有一种极其特殊的能力，能让任何异性永远的爱上他。此时的房间里，希特里正贴在德卡拉比亚耳边，语气温柔的让人发毛，告诉我矿山到底在哪？德卡拉比亚本来还想嘴硬，结果对上那双紫色的眼睛，他整个人瞬间就定住了。在魔王的绝对魅惑面前，任何秘密都已经守不住了。要是平时这种招数可能还真不好使，但德卡拉比亚现在已经彻底废了。希特里这波属于是趁虚而入，现在的他根本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他像丢了魂一样乖乖交代了位置，就在往西50公里的地方。希特里听完冷笑一声，骂了一句真是个蠢货。他说要给对方一个奖励，把自己的心送给他，只不过这颗心稍微有点烫手。话音刚落，德卡拉比亚就被火焰吞没了，这招简直是杀人诛心。德卡拉比亚在烈火中竟然还在道谢，他觉得这是希特里对他爱的回应。